小球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他前面全部都是敌人，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场上机会，被他敌位，这个机赛，给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就靠 C L A 压力带进去，你看看怎么对对，看看怎么对垒，看看队伍对不对，就往前推。道路都是瓦砾，理不会白，跟不上抓力。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I told you. 小球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我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场上机会，很多机会，这个机会，机会。112年全国赛 Come fight with me。12全国赛等你来挑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跟着 HubSport 以及动视 YouTube 频道同步联播。今年是112年全国手球锦标赛的现场。今天是12月11号早上8点，我们在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准备要来进行的比赛是待会要进行 U18 男子组的4强赛。那今天已经进入到赛程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将会在这边带来4场精彩的赛事。我是今天的主播赵连远，同样的也是在青少年篮球场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4场场场精彩的直播。那在今天的比赛，除了在 U15 的比赛之外呢，还有 U18 公开男子组的甲组以及公开男子组的乙组，将会在今天的同时来进行4强赛，最后的季军赛以及冠军赛的部分。那第一场比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的是 U18 男子组的4强赛，台北市队对上的是来自台中市的龙津高中。画面上看到的是台北市队在这场比赛的球员名单，总教练是林建成老师。那在龙津高中这场比赛也是有安排有16位的选手来登录在选手名单当中，总教练是刘国章老师。那我相信在昨天尤其是对于龙津高中来讲，在突破了6强赛之后，在今天呢算是已经有一个整理好的一个队形要来面对到台北市队，来争取看看待会在中午的时候U18 的最后的冠军赛能不能来脱线那在赛前也是要来看看在双方，我相信对于2队的选手来讲，应该过去都是有非常丰富的交手经验所以我相信在这场比赛也是有一个擦出非常漂亮火花的一场比赛。好，那这场比赛在龙津高中也是身着在昨天一样的白色的球衣。那在台北市队这场比赛是身着黑色的球衣。2队呢在登录完选手名单之后，准备要来进行今天第一场的赛事。那双方在赛前的直筒板来决定这场比赛是由龙津高中来掌握上半场的第一波球权。好，比赛要开始了。这场 U18 的男子组的4强赛呢是打上下半场各30分钟的赛制，跟昨天是一样的。那昨天龙津高中在预赛的最后一场的比赛是打败了南坎高中，以41比37，4分的差距是拿下了胜利。在今天的第一波的攻势，现在还在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突破，还在外围做传导到中枢的位置，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再往回传。第一波的进攻是被挡了下来了。
过台北市队在今天的第一波攻势就入球了，75号的刘秦瑞。那我们今天在转播台部分，同样也是邀请到龙井国小的主任王志忠主任，跟我们一起来欣赏比赛。主任早安。是早。两支球队都是在昨天获胜哦，所以当然都是在这场比赛也是要精锐进出哦。是的，那当然这一场比赛在预赛的时候，那双方其实就有交手，那当时是由我们的立山高中那击败了我们的龙津高中哦。那因为这场比赛关系到了赢的队伍呢，他即将进入到冠亚军的一个决赛。是。那所以我想两边呢还是会呢用尽全力的来争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我想今天这样的比赛呢一定是相当的精彩。在开赛的第一波，台北市队这边就先打入了第一分哦。不过这一波的切入球掉了，裁判响哨，还是把球判给了台北市，要在9公尺线上来发球。而在第二阶段的手球锦标赛当中，是从12月6号开始了，一连打了6天，今天是赛程的最后一天了。是的，我想今天呢，整个的赛事会做结束哦，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全部都是进入4强的球队。那这里，今天的所有的比赛里面呢，我想是场场精彩哈，那场场是不可错过的一个比赛。球传导到侧翼，那赶快往。国瑞尝试一个长射，被封住。不过在这一球，其实台北市队准备要来发动快攻的时候，反倒是被龙津再度的把球刷回来。是的，那在匆忙的这个快攻当中呢，产生了一些违例的一个动作，所以球权又回到了龙津的一个手上。不过在昨天的比赛看到龙津高中。然后11号的刘博瑞是正宗的攻击手，也要看看在这场比赛能不能发挥哦。这场比赛首先为龙津添得第一分是郑宗璇。我想在预赛的这个两队的交手哈。在上半场，两队打的是相当的焦灼哦。虽然都有我们的这个立山高中呢有些微的领先，那因为彼此之间呢也相当的熟悉，所以在上半场上面呢是立山高中这一边发挥的较为恰当。是。那在后半段里面呢应该是这一个龙津高中呢就把这个分数给拉开哦。那今天的龙津高中呢就是想办法要把这个分数呢可以 hold 住。然后呢，看是不是有这一个契机可以来跟这一个立山高中来做抗衡。这球是直接打到了近处，没有办法弹进网内。第二波的攻势，这球没有进。很可惜郭子元把这一个球断下来之后有一个单刀的一个机会没有把握住。不过没关系比赛才刚开始。两队在昨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其实得分都是来到了39分、41分，得分还蛮高的比赛哦。所以透过转播可以看到，昨天两支的球队，不管在得分的风格上来讲，以及进攻的速度，其实都是相当的流畅。是的。球传到侧翼。另外一边的侧翼也是有队友在做埋伏哦。那这边比较可惜的是，在接球的时候，这个球已经出了这一个边线的一个界外所以这个射门得分不算。那目前两队打了近5分钟的时间那在彼此的防守上或者是进攻端上面都偶有佳作。是。再交给侧翼，
很可惜哦，这个空档已经制造出来了。那不过选手在跑位的过程当中呢，有点踩线。最近两队的这一波的攻势都是失误收场哦。是的，包含这一波的博瑞从侧翼这边也是做了一个走步的围力哈。台北市队先稍微稳一下进攻，刚好是有选手要做更换了。现在16号的陈威成进场。一个假晃，一个走步的一个动作，在裁判吹了一个走步哦。不过这个过人的闪切倒是哦，相当的一个犀利哦，这个左右的这一个跨幅相当的很棒哦。哇，这边是突破了守备员的防守，找到了空档得分。利用这一个瞬间的突破之后呢，来一个突袭的一个射门哦。那造成这个防守端来不及做一个防守。是。那在今天 U18 的赛程呢，将会1日2战哦。如果获胜的球队，在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待会准备要来进行冠军赛哦。那落败的球队呢，也会进入到这个3、4名的一个比赛圈里面啊。是。那所以当然选手们呢都一定会是尽力去追求最好的一个成绩哈。龙金在原本1球的落后，现在反倒是变成1球的领先喽。是的。我想这个高中组的比赛大概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哦。两边的这一个除了有强力的突破以外，它还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击能力啊。所以不管你是在射门之后呢，都要做一个快速的一个回防，是以防止对方呢做一个快速的反击啊。这球是在侧翼，在6公尺线上的跳投得分。3比3，双方战成平手。在外围做传导，哇，这边在侧翼的部分有找到一个空档哦，陈玉成，直接穿越人墙啊，然后呢来进行这一个射门哦。也就是他在1、2间这一个部位，他是用瞬间加速来做起跳的一个动作，是来完成这一次的一个射门。还是在外围来做传导。哇，这一球，哇，钻了进去，刚好是晃过了2位的防守员。是借由我们这一个11号吴奇远选手的一个挡人之后呢，来造成一个怎么样错位以及呢多打少的一个状况。在上半场的比赛，双方其实也是你1球我1球。双人小组的连线配合，是陈玉成在这个中路的一个位置接到队友的一个连线，来进行一个得分。那因为这有时候像龙金在跑动位置的时候，因为有队友的一个牵引所以相对的他就必须要去算人数的时候要相当的清楚，避免造成呢对方的来多打少的一个状况。是。再转移到落侧，很可惜有吊球，所以裁判吹了这一个落地射门的一个动作我会看到在台北市队今天的进攻主要都是在9公尺线附近的跳射比较少是用这传球的方式传到6公尺线来跟内线的选手来做配合。那其实以龙金他目前守的比较底线所以呢那我们的这一个立山这一边呢，当然也有借由这一个外面的这一个
长射呢来打开这一个空间哦，让我们龙津这边可以稍微再出来一点。那立山这边就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体型的优势来打开中枢这个地方哈。像刚刚那一颗奇远这一个部分，它就是借由外线打开了，然后让呢外面的这个防守球员呢在往上前扑的时候呢，造成底下的一个空档哦。这一颗是一个攻击球员的一个越位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攻击球员不可以进入到6公尺线的里面哦。吴奇远是连下2球哦。是这个扳机来的相当快哦，利用对方的一个攻击的失误，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快速的反击的一个快攻哦。那我想这个在快攻呢，在手球里面得分的方式呢是相较于轻松，而且呢也最快速的一个方法哦。那所以在各队在平时训练的时候，这一种对于失误的反击的这一个训练，我想都是相当的扎实哦。是。哇，这球是直接在9公尺线上的跳射，刘博瑞拿到了这1分。在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真的是你一球我一球，这分差大概都是在1分之内来做调整。是的，我想在彼此的这一个体能上都还没有消耗过多的情况底下，大家都很有力气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攻门的一个动作。是，所以在整个的上半场我们刚刚有提到，第一次的这一个在预赛的时候，其实双方在上半场也是打得相当的一个焦灼哦。那我想这个整个的比赛是60分钟。最后的决胜点会出现在下半场哦，哪一队的体力上以及呢他的这个精神的集中比较稍微松懈了，那可能就分数呢就会从这边呈现出来有一个落差出现哦。进入到这个4强U18的队伍，其实从昨天的转播当中也可以看到，所有的队伍几乎都是在上半场是呈现一个拉锯战哦，在下半场都是靠着有一些对手的手背上的瑕疵或是进攻上的优势等等的条件，所以才在下半场把这个比分给拉开，拿到胜利。是的。那我想手球的比赛目前的整个的趋势在我们国内的一个发展里面呢，其实现在的高中组其实现在的实力都相当的接近哦。是。那有时候看谁的临场要稍微好一点，或者是他的注意力集中要好一点，那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带走胜利的一些因子哦。刚刚龙津高中的守门员王贤奇把这一球挡出去。昨天也提到，在守门员的价值主要都是在球队的防守，好的守门员当然就会反映在球队的失分的多寡哦。是的，我想有一个好的守门员呢，他除了可以稳定军心之外他当然也是这个球队的最后一道屏障哦，所以守门员是在整体的比赛里面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龙津这一波的进攻又是失误收场，前面台北市队跑快攻，潘怡华这一球是入网得分了。我想龙津高中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你的失误要减少哦，只有减少失误呢，才能够让对方呢没办法做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反击哦。那相对的在失误的过程当中，你要必须立刻的做一个回防，我想这个来做弥补你的失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哦。那相对的在立山这边也要把握住每一次的这个对方的一个失误或者是攻门不进，来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取分。那我想这个都是在立山这一边呢，他们一直在做的一个动作龙津高中又再一次的发生失误。台北市队先把攻势给放缓了。往地上来做攻击，是顺利的把球弹进网内。我想现在以立山的整个的攻击面来讲是要比龙津这一边他要来的多点开花一点目前已经有多达五位选手呢，他有一个进球的记录
而且这一整一个的分数呢其实是相当的平均哦，并不是集中在某一些选手的身上哦，所以在防守上，龙津这一边呢就无法从这一个里面呢去找寻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者哦。龙津已经在过去的2波进攻都是失误收场了，现在又是一次的失误。这一颗球没有拿稳哈。同样的也是在右侧来发动快攻得分。这位是9号的谭一佳，他是一位防守球员被定位为在该场次的防守球员，但是呢，在快攻的状态底下，他还是会去跑这一个快攻以节省他这一个还需要换人的这一个时间9比6，现在台北市队3分的领先，终于是阻止了得分荒在龙津。现在在3波攻势失误之后，反倒是有机会拿到第7分了。这每一波的攻击都要相当的一个注意避免造成失误我想现在是隔壁的这一个球场有一颗球进来所以裁判立即的喊了一个裁判的一个暂停那在这一边他也追吹了一个我们的25号龙津25号龙威志的这一个进攻中的一个推人犯规，所以他是出场2分钟。撞人，防守者有先站到位，所以这一个是裁判吹判的一个撞人的一个违例一个犯规。那在进攻端的一个防守者一定是要先站到位，然后呢造成这个对方的一个撞人的一个失误，或者是他受到这个干扰。这样子呢才会造成一个有效的一个防守，而且这些呢先站定位一定是要整个身体，而且是要他正面的一个防守才有效果这就跟篮球的这个争取进攻犯规的情况是很像的，防守员必须是双脚就定位像这一颗我们呢这一个起源就稍微慢了一点点，变成侧身的防守，所以这一颗呢裁判也就吹了一个7公尺的一个判罚。要来执行的罚球是邓中璇。邓中璇在昨天呢是在龙津高中所有的罚球的执行者在上一场的比赛5次罚球的机会全部都罚进了。我想现在整个我们的台北市这一边还是利用他们外面的这一个突破，然后来跟中枢的这一个连线来做一个高低差的一个配合那这样子的一个防守呢，就要变成说你前面的这一个防守，它必须要很对位的，除了防守到人之外，你还要注意到他的球因为他有这一个你在防守我的时候，我会把球呢往中枢的这一个位置来做一个传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中枢的这个阻断相对的就要来的重要是一定要站到球的这一个传导的路线上来阻断这一个球否则一旦呢落入到中枢这一个位置，那一般都是直接就可以跳入射门在台北市队在中枢的防守可以看到都已经是摆上比较高大的选手来做主防是的。龙津9号的叶嘉勋跳出来得分，现在双方又战成了平手。所以在手球比赛蛮常看到，也是如果细分一点的话，可以看到是有进攻组跟防守组的选手在场上同时间来进行比赛我想手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赛事很消耗选手的一个体力如果说你的队伍上有充裕的人手，那也可以分成这样的组别是没错的是，甚至有一些主力球员呢，他是不专责做一个防守的一个工作因为手球在规则上来讲是有非常灵活的选手调整更换的一个机制
那因为这一个手球的这一个在进攻的时候跟防守的时候，它跟篮球不一样哦。篮球一定要在死球的状态底下，它才能够去做一个选手的一个更换的。那在手球这边不用哦，也就是说它的替补区你是可以随时的做一个替换的，但是呢，一定要记得要先出再后进哦。如果说你是先进后出，那这一个就会造成一次的一个违例哦。那可能就会被裁判判罚一次退场的一个2分钟。所以在换人的时候，虽然是 open 的、很开放的，可是呢，你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你的先后的一个换人的顺序啊，才不会造成自己球队上你为了要换人而造成一个防守上的一个劣势哦，会少一个选手在场上。上半场的比赛剩下9分钟左右哦，现在双方9比9平手。传导到侧翼，龙金在侧翼接应的选手还是发生了失误。这个2位选手的在传接的时候，可能在球速上啦，或者是球的位置上造成一点落差以至于这个失误。那很快的这一边呢，我们的台北市这一边就利用一个快速的一个攻守的一个转换来推进，然后到了这个侧翼这一边呢，由我们的这一个15号选手来射门高调射门。龙金现在又更换了一些进攻主力的选手上场，自己来做单打，不过守门员是挡了一下。裁判在这时候想到是判了台北市队选手犯规哦。是的。那因为这一个陈玉成呢，他做1、2间突破的时候，已经闪开了这一个人墙哈。那在他往内跳的时候，选手是有做了一个稍微推起的一个动作。那以目前的手球在做一个保护选手的一个动作里面，只要他突破了人墙之后，前面是没有防守者的，那这一个呢，就是属于得力条款的一个部分。那通常你再去碰到选手，都会被吹判一个7公尺的一个罚球哦。是，如果你的动作没有很细腻的话，或者是你有造成选手一些危害的动作，甚至呢，裁判都可能再给你一次的一个退场2分钟的一个判罚。靠着罚球，现在龙金又把比分给追平了。分球给中枢的队友，哇，这球射相弯，当可惜这一个跟进的这个速度还有空间跟时间都相当的好。那在整个出手呢，就稍微差了一点临门一脚的一个最后收尾的动作较为可惜一点。10比10，龙金继续的在这一波的攻势，来看一下要怎么样来组织。哇，守门员这个时候挡下来。台北市队这场比赛的守门员12号的张斌。那目前他封锁这一个成功之后呢，他立即往外跑也就是说现在他呢是执行的一个战术的一个执行目前他里面是没有守门员的。那这样的战术在目前整个的国际趋势里面是很常见的也就是说他如果在人员相等的时候呢，他就是要造成多打少在这个时候，龙金是发动快攻，马上呢再把守门员叫上来，不过是很匆忙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多打少的一个情况呢，就像我们讲的，它是一把这个双刃剑有时候你在攻击端你属于劣势，你想要把人补上来，可是呢，相对的你的后防是空虚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要减少你的失误，避免让对方有直接一个反击的一个机会是。这边呢是由侧翼这边的郭子元来完成一次的这一个侧翼的一个跳射，射门成功。现在还是平手的局面，11比11。再把球分享到侧翼，不过这球传高了，传到了界外去了。我想龙金这一边几波攻击都有点可惜都有做失误作为结尾我想在整个的这一个稳定性来讲
如果失误过多最后都是会影响整个的战局所以在整个的传导一定要特别的细腻一点让这个球呢免于怎么样无法做进攻而造成一个失误龙津在上半场有蛮多次的进攻，最后都失误收场了。是的，如果这些失误可以转换成分数的进账的话，在上半场是有机会来跟台北市把这个比分给稍稍拉开我想两队其实都差不多那个台北市这一边大概就是有几次的这个射门射偏出去那相对这个也是影响到台北市的一个得分的一个契机都是有差别的刚刚这球洪博义想要来做单打，守门员挡了下来。龙津这边很快的做一个阻断那刚讲到这个失误我想在整个的失误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其实各队都会有啦那因为在整个的比赛这么高强度的一个比赛里面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或是射门不进的一个状况。是。那这个就是看各队如何的减少。在失误越减少的这个队伍呢，它相对的要获胜的几率就稍微高一点龙津现在又有选手被判罚2分钟了，龙威志。来看一下刚刚这个单刀射门被守门员挡下来但现在裁判在跟记录台这边确认一下刚刚这一球的射门以及被判罚的选手的人员的号码。如果是吹在威志的这一个身上，那对龙津来讲是相当的不利因为我们知道威志在整个龙津高中里面呢是一个中枢的一个传导的一个选手，甚至他的自己的得分爆发力也是相当好的那到目前为止威志并没有发挥出他该有的这个进攻的一个特色那他又身背2次的一个犯规进入提早早的进入这个犯规的一个麻烦叶嘉勋在这一边再补上一刀不过台北市队这边好像也是有选手被判罚2分钟，是75号的尤勤瑞。那现在台北市队呢又执行一个守门员出去的一个替补的一个动作。那这主要还是要维持在场上进攻人数的一个平衡这个突破了人墙之后的一个跳入射门那在这防守上，因为现在的选手的个人突破能力其实都不错，那也就是说，就考验着整个的防守上你的补位的及时与否这一颗球权呢是陈玉成将球因为越区呢去把球拨弄到守门员的这一个区域里面，所以这个球还是回到立山台北市这一边的手上。不过刚刚在卢定颖的罚球是没有罚进是。球权还是在台北市手上，再度把守门员给换下去，来加强进攻。这个收到成效因为多了一位这个进攻的一个选手，所以呢，在这一个龙津这边防守上少一人的状况底下，那就漏掉了一位选手因为他要在攻击端，他要造成他多打少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进攻。那在获得了这一个分数之后呢，那立刻就会有这个选手立即下场那由防守组这一边呢赶快再补上来一个防守球员。哇，这边使用抛球方式，守门员虽然是有勾了一下，但是球还是应声入网了。是，从指尖中呢就稍稍的划过去了我想这个博瑞这个也是艺高人胆大面对这一个守门员如此高大，他选择用一个这一个小抛投的一个动作。那龙津这一边呢是稍微守的区略出来再交给侧翼，不过这一球是想要来攻击远柱，但是没有进到球门内。不过在这球的出手似乎是有点犯规干扰的情况我想这一颗从慢动作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在最后呢，他没有及时收住脚，是在脚呢有稍微踏出去的一个情况底下，被裁判吹判了一个危险的动作。那所以裁判呢立即就给他一次的这个2分钟的一个判罚哦。不过台北市队在上半场的比赛有2次的罚球机会都没有罚进呢。是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看我们的守门员的跟选手的这一个对决哦。像昨天我们的这个国中组U15的这个4强战也相当精彩哦，有我们的台中市的这一个崇仁国中跟台北市的这个成员高中哦，那进行到了这个整个的 PK 战哦，是也打到了第12人哦，才分出胜负哦。好，现在在上半场的比赛剩下最后1分钟左右。这一颗是打在了这个门外哦。因为起跳的时候并没有把球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出手的选择就稍微略显不足哦。这个时候我们的技术长呢起来了，那应该是有一些状况的发生。那比较有可能的应该是在这个选手替换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错误哦。是。所以现在吹判了一个选手替补犯规的一个动作。所以立山我们台北市这边呢，他必须要再出场一位选手，由场上的一个球员在做出场。哦，这边应该是台北市队现在又要再少一位的选手，是再少一位选手，所以场上还是一个5对5的一个状态。好，现在在龙津高中要来继续的进攻。目前大概顶多还有3波的一个攻势哈。那龙津这一边这一边下球之后，应该等一下还会有1波的攻势。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是把时间稍微消耗一下，彼此都还有各有1波球权哈。以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流逝哈，大概就是1人还有1波的球权。我来看一下能不能在上半场来取得领先呢？最后进攻失误。这个因为要等待这个进攻球员的进来哈，所以他等待的过程当中就造成了他一个 miss 哈。哇，在上半场最后结束之前，背号9号的谭月佳，在我们的中枢这个位置来获得这一个分数哦。我想因为他在身材上有优势哦，所以这一个进攻端他会跟他做一个高低的一个配合。那你在防守上，除了这个需要上步去做一个持球者的一个阻断以外，他对于这一个补防到中枢这个区块也要特别的积极过来因为对方的这一个身材他是有优势的，一旦他接到球在做翻转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守的哦。是。那在上半场靠着台北市有8名的选手有得分的记录，是以14-13暂时1分的领先，带着1分领先的优势要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他前面全部都是意外，没人能够把我关键击溃，穿上起来，打开地位，这个比赛不给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就靠近out你压力太紧，你看看怎么比对，你看看怎么比累，看到队伍全部都要去往前。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我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我关键击溃，穿上起来，打个地位，这个比赛不给机会。
112年全国赛。 Come fight with me。112全国赛等你来挑战。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意外，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穿上机会，没有地位，没有机会，没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最好是out你让你带进去，你看看怎么对，看看怎么对垒，看看对我全部对着我们前路。 I
就已经给了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想上机会，换个地位，给我机会，给机会。 112年全国赛。 Fight with man. 回到112年全国手球锦标赛，在 U18 男子组4强赛的现场，在这场比赛，台北市队对上龙津高中的比赛，这样上半场打完，台北市队是以14比13暂时1分的领先。不过在下半场开打之前，要来跟观众朋友稍微再来解释跟说明一下这个台北市队的队伍组成。虽然在画面上看到他们身上穿的是成渊高中的球衣。 但其实这一支队伍是一支联军是跟这个立山高中以及成渊高中所组成的联军来组成的台北市队哦。是的，是的，我想以这个分龄赛事来说的话，在国内目前呢有一些学校，它会采用这样子的联军的一个策略我想这个都是符合我们的整个竞赛的一个办法里面去做的一个组成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一个状态我们刚才在休息时间也在跟主任有闲聊到，其实两队的选手默契上来讲，因为都是身处在台北市的球队，基本上在于交流跟技术上的磨合，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是。好，在下半场的比赛是由台北市队来掌握第一波的攻势。 传导到侧翼，这边射门，但是已经越界了。我想这个都已经有穿越人墙的一个地方所以一旦穿越了这一个防守的选手，那你再去做接触啦、碰触啦，这个都会诱发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得力条款的一个发生所以很常被吹判7公尺球。 那这边龙津高中王贤奇再次的一个挡下了这一个7公尺的一个险球我想在整个的7公尺的判罚其实有时候就考验到选手跟这个守门员的一个斗志有时候因为球门就这么大，是那我如何去判断出你的选的一个位置，那就相对的一个很重要，那也很考验守门员的临场反应，以及呢这个攻击者的这一个稳定性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其实可以看到，在罚球的时候，在执行罚球的人都会做一点假动作来稍微引诱一下守门员来这个变换动作。
对，这也是一个跟守门员斗智的技巧哦。是的，有时候你这假动作真的做的太像了，守门员一晃的话，当然自然在球门当中就有空档可以来把球丢进球门。一旦你重心偏离了之后，最后这一个就是靠着这一个手腕来把球投入这个球门内哦。是。那刚这一颗是龙威志要补救的时候做越区了哈。这一个射门不进之后，马上做一个采取一个防守，然后呢，让龙津高中这边整个攻势呢可以慢下来。其实，在选手射门不进呢，准备要来争夺2波的进攻的时候，都是必须要在6公尺线外才能来把这个球抢起来。除了守门员之外，都不能再来碰触这颗球。是的，我想这一个6公尺线以内，这一个是属于守门的区域哈。那一般的普通球员，也就是外面这6个选手是不能够进到里面的哈。在龙津是背号19号的郑杰化来入球。我想郑杰化在昨天4强晋级赛的这一个比赛里面表现得相当的优异哦。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可以适时的跳出来，也可以舒缓一下龙津这一边的一个压力。王贤奇又挡了一颗球出来，不过所有的2波进攻还是有掌握住哦。是的，还是在捡到了这个守门员的这一个封阻之后，然后再呢把它跳进去呢补射成功。15比14，台北市队现在还是保持1分的领先。强势的想要撞的那个犯规所以球权马上转换。那立山这一边的更正一下，台北市这一边的这一个动作来得很快那这一个在百忙之中呢这一个苍忙之中呢，要造成了一个走步的一个违例。双方在最近一次的进攻都是失误收场。是的。不过这个失误有时候就是防守的一个成功因为他可能很积极的做补防或等等的让对方呢不好进攻这个都是一个防守的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台北市队防守犯规，所以龙津这边2波的进攻反倒被抄截。在今天王贤奇真的是挡了很多颗球屡救险球让这一个分数呢不至于让我们的台北市给拉开来。2支的队伍在刚刚上半场的时候有提到，其实都是相当具有攻击力的队伍，所以其实从预赛阶段开始，2支球队的对战的选手，基本上来讲分数都是蛮僵持的，没有办法来很快的拉开，都是要在下半场的时候才可以来看出哪支队伍。裁判最佳的一位这一个11号选手的一个吴奇远，是他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犯规所以判罚他2分钟出场。因为最后这一个是被突破了之后，在后面有一个拉扯的一个动作。邓中璇上来执行罚球命中，15比15平手。台北市队从原本在上半场结束1分的领先，现在变成15比15的平手，交给侧翼，还是被王贤奇挡下来了。台北市队这边就要想办法来突破守门员的封锁了。这个在守门员里面来讲真的是有好的守门员可以带你上天堂他每封阻下来1颗，就是对球队这边增加1波的一个攻势而且也守住了1分
哇，这边台北市队的守门员叶吉广也不妨多让哦。双方在这场比赛的守门员表现来讲都是还蛮优异的。对，而且是不分秋色哦，两个人都非常的精彩哈。尤其是在这个丰谷龙津高中这边长射的部分是做得相当的优异。裁判响哨，在龙津是有防守的犯规。因为这一边在补防的过程当中有去推这个选手的一个状况。是攻击远柱，陈威成在下半场也是首开纪录。是。我想在台北市这一边，他们的一个对于选手的一个吸引到人之后，后面跟进来的选手其实都相当的到位哦，就考验着对方他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敏捷性，以及补位的一个速度啊。想要抄球没有抄到，球传导到侧翼，是由郑杰化。16比16的平手。哇，在中枢完全空掉了，这边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射门空间。刚刚我们就提到台北市这一个队伍很擅长哦，利用这一个前面的这一个锋位的这一个突破来分球哦。那当然，这个就考验到彼此之间的默契哦。在我的这一个进攻球员在做攻击的时候，我能够适时的，不管是上去挡人也好，或者是退位来接球也好，就相当重要哦。通常这一种方式哦，防守球员只要稍微一漏掉，就是一个大空位出现了。在侧翼终于是找到一个可以射门的空间哦，继续是由郑杰化连拿2分。所以在我们的台北市这一边，大概目前看起来的整几波的攻势，都是以做一个上下的连结为主哦。那龙津这一边就比较多采用的是横向的一个联系，快速的转移哦，来找到一个队友的空档。他在争抢这个2波的进攻，龙津有选手倒地。我想这个选手在这一个场上的一个碰撞难免哦，因为有时候为了去争抢一颗球，经常发生这种碰碰撞撞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如何保护选手让这一个不受到一个受伤哦，其实是裁判在场上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哦。是。所以裁判有很多可以制止的一个动作，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来的。那裁判的尺度也会在开赛没多久，他就会建立起来，说我的尺度大概在哪里，哪一些动作是被允许的，哪一些动作是不被允许的。这波的进攻龙津现在在台北市犯规之后还是保持住。是，那还是被守门员给封阻出来哦。交给侧翼，哇！不过这球是打到远柱的门柱上了。郑杰旺扑身把球给扑下来了哈。不过看到在台北市队的防守已经是有采取，也是相当快哈。有一个压迫的防守。这个在失误的过程当中，通常都会有靠近球的那一位选手，他去做一个。尽快的一个做上前的一个干扰跟压制，那其他的5位选手会立刻做一个回防的一个布防守的一个动作。刚刚这球郑杰化射门，但是已经先踩线了，踩到边线，所以刚刚进球不算。现在双方还是17比17的平手。那一般这一个超出了这个球场的立体面裁判都会去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一个是你是有得力的也就是说你的加速是比较快的。
潘一华在下半场是攻入了第2球。台北市队现在1球领先，先拉开到对角，左边的侧翼没有机会来发动攻势，快转换边，还是往中枢送很可惜这一球没有拿好，那就是补防的相当快速造成他接球不容易这个换球漂亮，点掉。台北市队在前场的快攻，一个3打2，最后是由郭子元拿到这1分。台北市的这个板级的推进相当快而且是由多位选手同时向前推进那造成龙兴高中这边退防这是一个漏人的一个动作在切入的时候，台北市阻挡犯规，要继续在9公尺线上来发球。有蛮多球看到台北市的选手针对在龙津中场的运球有准备想要来做抄球的动作。所以可以看到台北市队在下半场的防守有加强力道了。我想两队其实上一次的一个对决就是在下半场这一边呢做出了一个分水岭那我想这一边台北市这一边当然会想要复刻上一次的一个经验，在后半段这边给这个龙兴这边施加压力是进而来取得更多的分数那龙兴这一边是不是能够顶得住这一个台北市的这一波的一个攻击？我想就至关的重要，能让攻击端呢它可以进球，那在防守端它可以守得住，那我想大概就是会把分数在紧咬的一个部分。那台北市这边我当然他会希望说我赶快的利用这一个优势，赶快将分数拉开。是，就在侧翼45度角的位置，台北市队还是有把握住这一次的进攻。现在这个有时候就是考量到就是选手在这一个阶段他的一个撞墙期能不能够度过的一个因子那相对来讲我们会发现台北市这一边在体能上是略优于这个龙兴高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失误啦都是呈现出来就是体能有下降比较过快的一个状态。郭子元在抄到球之后前场再跑一个快攻。是的，而且连下2城现在在下半场的比赛，台北市队暂时稍稍的把比分拉开到4分的差距了。我想我们很常看到的就是说，球队会上下半场两个呢，好像判若两队。那这个有时候都是选手的体能，他无以为继帮忙这一个支撑起他的攻跟防那所以在体能的训练上这一个手球的这一个选手是他相对是要耗费比较大的。那在训练上可能就要针对他需要的一个折返来做一个训练。这球也是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台北市队在前场快攻没有，不过现在组织一波进攻。这个有点危险因为已经侧身了那防守我们还是要强调，都是要尽量做到正面尽量都要做到正面。这个时候我们的技术委员又站出来了这个情况其实通常技术委员不太会在同一场比赛出来介入比赛2次是的，通常他所看的位置，大概选手这一边替换席以及呢这一个裁判吹判，我们这一个选手有退场2分钟的次数，以及他被举黄牌的次数，他会去注意到的是这一些细节是。那所以当选手有2分钟2次甚至3次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张红牌那在整个的替补席他替换的时候，因为只有技术委员他是最清楚的，是，所以他是有这一个判罚的一个权利
现在看场上的状况，应该现在龙津又少了一位是的，选手了。因为刚刚这个在替补上啊，这一个球员呢过早进场，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你要替换球员哦，它的原则就是先出后进，是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哦。如果你的选手还没有退场你就进场了，那这其实场上就是多一个进攻球员在那边哦，所以这个时候是造成一个违例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其实，在场上的2位裁判之外啊，在场下的技术委员也可以视为是第3裁判哦，专门是在针对选手的换人当中，如果有异常的话，会来吹哨来先终止比赛哦。这时候是廖轩琪在下半场也是首度的拿分。台北市队这球传导到侧翼，在37号的林廷宇也是连续的2球的进攻都是取分。我想，因为他现在龙津是属于一个少人数的一个防守状态哦，所以他这个台北市这一边利用快速的转移到侧翼这边来做攻击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哦。是。强势的在中枢地带的射门刘博瑞，不过在龙津的防守可能要稍微再加强一点哦。是的，因为在博瑞从中间突破之后，那很快的台北市这一边呢又有一个反击的一个快攻哦。趁你还没有这个站定位的时候，赶快打一个快速战哦。来决定了这一波的一个分数哦。这球进攻漏球，在台北市队前场也是再度的发动一次快攻。65号的吴成凯，所以在这球进了之后，龙津高中这边分差已经拉开到5分的情况，要喊暂停了。是的。我想我们一开赛我们就其实大概有分析了一下两队在预赛遇到的情况。其实这一个状况呢跟预赛其实很像哦。是。也就是说上半场2分的比分是咬得相当接近的，但是呢下半场之后呢，台北市在整个的体能上也好，或是整个快速的这个攻防也好，他的做的是比较到位的，所以他会有契机把这个分数稍微拉开。那这个就是两边教练他所做的一个功课，如何去改善你的球队，那如何去让你的球队维持这样的一个优势，我想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哦。尤其在台北市队是靠着在龙津这一波有选手被判罚2分钟的情况下，真的是一轮猛攻哦。从原本是1分领先的情况，现在拉开到5分的领先哦。是的，我想你场上的防守是劣势的时候，这个在整个的战术的下达，当然就是很快的来一个取分，这是一个可以快速拉开分数的一个方式。是。那在平常训练的时候，你就会训练到多打少，6个打5个，或是5个打6个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应对哦？是。这个是在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你就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因为这一些多打少或少打多，其实在整个1个小时的赛程里面，他是很常去面对的。是。那选手在平常的训练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那他在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选手在处理上相对他会有更多的经验，是来解决场上的一个问题哦。暂停回来，现在龙津继续要来发动攻势，现在5分的落后。交给45度角，要来个人突破，不过是打到了网袋外侧。哇，这球抄球没有抄到，不过这个球被博瑞快速的回防之后给干扰到了，所以球是滚出了界外去。那这个我们常讲失误不可怕哦，其实可怕的是你失误后不回防哦。是。那你没有射进，这个也不可怕哦，可怕的是你的队友不回防来协助这个防守，那才是可怕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往往都是失分的收场。裁判再度响哨，继续是龙津的进攻。我攻不下，但是我守得住，那这一个分数是不会不见的。是。
这是一次进攻的违例，所以现在球权回到台北市手上。好，这边是过了2位选手，还是坚持使用这跳射的方式拿到分数。因为其实我们台北市这边的教练大概也知道预赛遇到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他下半场的一个战术的执行，他所有的球都采取快速取分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教练在设定战术的时候他会使用的一个方式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取分对我是有利的，那这个如果是有利的，我就继续来使用是。在侧翼的部分，背号19号的郑杰化，在下半场的得分是龙金最多得分的选手。是的。不过台北市队刚刚有提到是成渊高中以及立山高中所组成的联军，2队的学校都是派出最好的选手来组成今年台北市队的阵容。走步。那走步之后就换龙金这边看能不能把握一波的攻击传导到右边的侧翼。这个被断球断得相当的干净利落。要再打快攻。是换手用左手想要来做投射，但是球出了界外。龙金在场边要更换进攻的选手。这个连结上又产生一个错误对，反倒是台北市超杰前方又是快攻得分。郭子元也是在下半场拿到了第5颗入球了。27-21，台北市现在6分领先。哇，再度的被抄掉，郭子元再度的来单挑门将。我想整个的这一个攻击上成渊这边是比较在防守上他是比较积极主动的那龙金高中这边感觉有点攻势受挫了之后，整个的这一个状态不在线上出手受到干扰。裁判这时候响哨，在台北市队16号的陈威成要判罚2分钟。那我们再看在6强这个复赛的时候，这一个龙威志的这一个发挥是相当出色不过他今天整个就是受限于整个我们台北市这一边对他的严加看防所以他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分数还是没有进账的一个状态底下。这球是打到高位的位置。11号的刘博瑞拿到分数。那在其他选手上，我想整个的这一个状态其实大概就是呈现出来我们之前预赛的时候所讲到的主力选手的发挥其实很重要。主力选手在这一个比赛当中，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攻输或是发挥的话，那这一个对球队来讲是相当不利的是。那有时候分数没有进账没有关系如何在这个球场上穿针引线然后让你的队友可以舒适的拿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助攻其实有时候就是0.5分是。龙金再度的来更换进攻的选手。不过选手在每一场比赛的状况跟这个体能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即使在上一场是攻击的主力，但是如果这场发现频频没有办法来攻进球门的话，其实可以适时的把球做给今天手感好的队友来进攻。是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一个攻守里面，我们很强调就是你能够每一个选手都投入这一个攻击，甚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投入防守，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今天他之所以能够在这边领先除了他有比较多的球员，只要一下场就有分数的进账，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哦，造成他在防守上他会不知道要专注去守哪一位选手，这个也是他能够取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可以拉到7分，甚至到拉开到比分，这个我想在进攻端他有相当多的选手的投入很重要。是。那相比一下龙津这一边，就是比较多的分数都集中在固定的一些主力选手的身上。那相对的，你的主力选手他的体能消耗就会相对的来得快些啊、哦。龙津持续的在这波攻势在做传球。中枢地带再传出来，哇！再度被台北市断球，有一个失误哈。前方的快攻，不过这一球是被贤奇挡下来了。是的。下半场的比赛剩下5分30秒左右。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要追这样的分数，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了哈。那在台北市这一边，他一定会想办法来维持这一个战果。是。现在30比22，8分的领先优势。这球进了，但是裁判是有吹台北市队的犯规。其实他今天维持打得有点闷哦，因为他所有的拿到球之后这一个台北市这边都是有重兵来防守他哈，所以在整个的进攻端是相当的不顺畅，而其他又早早的升杯2次的这一个2分钟，是那在防守端他也无法为球队来做出很好的一个贡献，而且到刚刚才攻入这场比赛的个人第1分哦。是的。球，台北市队持续在45度角的侧翼拿分，一个漂亮的一个转身哦。而在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待会要稍作休息，预计在上午的11点40分会马上来进行今年最后 U18 男子组的冠军赛。这球守门员挡了一下，碰到了门柱。换手的进攻，这球是刘哲瑞。9分的差距，龙津在这场比赛要逆转的机会难度越来越高了。是的。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2波的攻势，哇，连挡2球！哇，台北市队的今天的先发门将张斌，这个连挡2球的张斌是阻止了龙津。再把这个比分给追进哦。是的，阻止他想要反扑的这个气焰哦，把他也压下来了哈。那相对这一种在追分的状态的球队哦，一旦这个射门又被封阻哦，那相对他的整个的这个气势都会连带的影响哈。裁判响哨龙津的防守犯规。转身的射门是直接打到了门将王贤奇的身上。
其实我们看到龙金这一边也大部分的一个走马换将哈，比较少上场的这些选手都把他换上来哈。是。那他就是准备让主力选手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以应对后面的这个3、4名的一个比赛哈。那其实台北市这边其实也有更换了一些选手哈，主要的目的其实大家都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场比赛，我想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悬念了哈。是。在台北市队在上一届的手球锦标赛当中是拿到 U18男子组的冠军哦，是成渊高中，也是代表台北市队来参赛。我讲这个台北市这个算是王者了哈，要来卫冕的一个态度来打这一场球。是，所以他们的在整个的心态上，或者是他整个的战力上当然他都是略胜于这个龙金高中哈。比赛剩下最后的30秒。哇，这边想要做分球，但是球掉了。台北市队继续的想要来多添加分数。前场我完全没有防守的选手来跟上了。我想这个学生的这一个球赛就是这样子哈，没有一位孩子是会在半途就放弃的，都是拼劲到最后一刻好，那在最后一波攻击，龙金应该是没有要进攻了，所以在这场 U18男子组的4强赛，最后台北市队是以34比24打败了来自台中市的龙金高中，所以顺利的取得在今年 U18男子组冠军赛的门票。好，那在这场比赛的转播结束之后，待会下一场的比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 U15男子组的冠军赛，是要由桃园市的新民国中对上的是台中市的崇仁国中，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现场。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继续锁定我们频道。今天12月11号，礼拜一的上午，我们在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带来的比赛是112年全国手球锦标赛。在这个阶段是要来进行 U15男子组的冠军赛，对战的组合是新民国中来自桃园市的球队对上台中市的崇伦国中。那两队其实昨天都经过了一番的苦战，才来到今天的一个金牌战哦。那我们的桃园的这一个新民国中是击败了我们的台中市的大甲国中，是那来到了这个冠亚军赛。那崇仁国中呢甚至是经过了惊涛骇浪，那在我们的这个2度延长之后，又进入了 PK 赛。那经过了12轮的一个罚射之后呢，才惊险的淘汰了这个成英国中，那进入到了这一个冠军战来哈。那两队呢应该是彼此呢都士气很高涨哈，尤其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崇仁国中这一边那跳起的战舞我想这一个应该是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来应对今天的一个赛事。对，而且今天在球场的现场是看到来了蛮多两队的加油团尤其在崇伦国中这边，这加油团的声势浩大几乎是已经包围了这球场旁边的走道我想这一边这个加油团在这一个学生球赛就是这样子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都是需要家长来陪伴的是。那我们在家长这一个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就是你在关心你的孩子也支持你的孩子来投入这样的一个活动是。这个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学生赛事最喜欢看到的一个状况是。那也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最成功的一环有时候在家长以及同学的陪伴在场上的选手们奋战，其实会更有信心，想要在这场比赛展现更好的一面给场边的家长或是朋友看是，这是当然的，这是当然的。好，那在这场 U15男子的冠军赛开始了，在 U15的赛制是采取上下半场25分钟的赛程在这场比赛，新民国中是身着紫色的球衣，在崇伦国中是身着白色的球衣。那第一波的攻势那就由这个崇仁国中这一边制造了一次新民国中的一个撞人犯规来获得一个进攻的一个球权，也守住了这一个第一波的攻势。第一波的攻势在崇伦国中这边打的是比较沉稳，球传导到侧翼没有机会。我想在开赛的开始的一个阶段双方都还是在试探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一个整个会以传导来寻找一个契机的攻击是最重要的。不过第一波的进攻，林柏荣是射门拿分，很快马上新民这边很快的就一个快速的一个发球进攻马上就下了一球1-1，双方平手。看了一下侧翼的队友，再分出来。没有好的攻击机会，还在看一下队友的走位。这球的突破，裁判哨音先响了。球权还是在崇伦的手上。这次的进攻是被门将挡了下来在匆忙中想要做一个变相的一个过人造成自身的一个走步的一个状况。两队的球权的交回来给崇仁这一边两队的门将今天都是安排1号先发在新民国中是1号的谢宗仪，在崇伦国中是1号的黄佑威。在新民国中的反击都是很快是的。2-2平手。
持续的在中场来做攻势的观察。有点球掉了，但是还在控制当中。裁判响哨了，这边要给一个7公尺的罚球。这是一个外线跟底线的一个连线哦。那拿到球之后，那防守球员已经失去了他整个有力的一个站位，所以这个裁判就吹判了一颗集中举球。执行罚球的是杨旭升，这一球是顺利的罚进，自己制造的机会自己拿哈。所以这个分数就由我们的旭升来主罚这一颗他自己赚到了这一个7公尺的机会，然后他也稳稳的把球射入了这一个门内。相当漂亮，新民的反击总是会在失分之后马上的得分了，马上的要回来分数哈。那这个利用选手的一个跑位。把人调动了之后呢，再利用45呢冲击1、2间来获取这个分数。想要做超球，但新民国中这边没有成功，交给侧翼。这边吸引到了2名防守者上来哦。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的一个空间哦。那这相对的也代表着新民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阵地的防守，那转移的速度跟补防的速度来得相当的快，相当的及时，所以他有一点过不去的一个状况哈。这个比较可惜哈，已经有空档出现了，没有把握住，造成对方的一个攻击端的一个延误，延迟比赛。新民这边在对方失误之后，反倒是拿到分数。是的，刚射门得分的是于承彦。承彦。不过也是看到新民国中在防守端是比较采取一个积极的贴身防守，所以也让崇伦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来射门。持续在外围传导，必须要用9公尺线上的投射，但这球没有射进，裁判有哨音。那在对方这个有一个退防守的状态底下，那尝试了一个尝试了一个9公尺的一个长射那补位上来的也相当及时所以他可以做了一个干扰。有接触到身体的，而且拍到他的手，造成他射飞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时候传球失误，新民在进攻的速度很快再分球给侧翼的队友。哇，这球是打到远处弹得出来，很可惜新民在上半场的比赛可以看到，都是透过转换的攻势，而且都是发动快攻，很积极的在失球之后马上得分，或是在重轮发生失误的时候，反倒是来进账分数。是的，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防守打反击的球队我想你整个的不管是攻击也好，或者是你防守也好，都要很迅速的做反应不管你是射完门之后，或者是失误之后，你的退防一定要相当的及时，而且相当的快，是，你才能有效的去阻断他的一个攻势4比3。哇，中间真是蛮多在新民的防守员走破了一个现象。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在新民国中这一边，他因为身材有一个优势在，所以他的中间的密集度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的球没有把人牵引得很好，你就要把球往中枢送，其实是会经常遇到一个阻碍
还是找不太到可以来进攻的机会。哦，走步了，走步了。新民每次的进攻都是很快速，这一球改换左手，使用滚球的方式哦，顺顺的把球滚进球门了。5-3。我想我们有看到选手射进了之后，会有一些激励自己士气的一些动作，是，那也可以呢，来带动这一些家长，他们来看到我优异的表现，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好的现象哦。上来的9号刘俊腾，刚这一个应该是3号崇伦的这一个是沈清祥的一个得分哦，射门得分。这边更正一下，是。5-4。我想很多选手在射门得分之后，都会有一些激励的一个方式哈。我想这个在 NBA 啦哈都很常出现。那这一些都是一个好的表现哦，只要不是过激或是有挑衅的这一个动作，其实都在我们的裁判允许的一个范围里面哦。这也是在所有的运动当中很常看到，其实这也是打球的乐趣哦。当然。对。这时候守门员是出了6公尺线上，就变成一般的球员喽。是的，只要守门员出了这一个守门的区域6公尺线以下的这一个半圆形的这个区域里面，他的整个的动作就要符合外线的这一些球员是一样的动作。是，也就是说他会受限于这一个3步的一个走步的一个受限，那必须要去采用运球。但是他在球门区域里面，他可以任意的走动，甚至任意的运球都没关系哦。是。甚至他在这个球门区里面，他都可以用脚去踢球，因为他是要做防守。对。但是这些动作在外面的这个普通球员的身上都是看不到的。是。新民背号8号的吕尚轩。新民国中在不同的射门的方式，今天在上半场的时候已经看到，可以很灵活的运用这个正手以及抛球的方式，把球放进球门了。而且每一个选手都相当的活跃哈，是不管是他的一个攻击的技巧也好，或是防守技巧也好，其实都是蛮到位的。交给侧翼，这边是被挡了一下之后，也是使用抛球的方式把球放进球门内。背号13号的王玉祥。同样的也是在侧翼发动攻势。15号的于承彦。我想在新民这一边2翼的这个进攻其实是相当的一个有攻击性的在整个防守上如何这个做好很好的补防之外，侧翼这边不放掉任何一位选手的射门，这个就相对的重要在运球的阶段，刚刚崇伦又发生了违规情况。当他跳起来在空中寻找队友的时候找不到队友，当他落下来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走步的一个状态。在崇伦现场的加油团也是大喊的防守。是的。不过在新民国中这边进攻上的火力上来讲，真的是还蛮旺盛的。明显的是要优于对方因为他的体型的关系也好比较高大，他的技巧性也好都感觉就是明显的有比这个崇伦这边要来稍微的优异一些这一球受到干扰，球是弹到了底线外，所以在崇伦要来发角球。8-5还是3分落后的崇伦。
往里面切入，自己来投射得分。在得分之后，这种快速的发动进攻，这也是在手球还蛮常看到的一种战术。是的，那因为现在的这一个手球呢，其实打的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运动哈。以早期来讲的话，都是以一些力量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哈。是。那以目前的整个的趋势来讲，快速的这个推进呢，其实是整个的一个趋势哈。这球是攻在右侧的网的内侧是拿到分数。9-6。出手受到点干扰，那裁判就马上示意这个手指有碰到球，所以造成出界。好，那这个一球一回半场的之后，裁判手就会举起来示意你是有延迟进攻的一个动作那选手就会很快的速的要做出手。是。这球在有点难度的情况下出手，还是有拿到分数。是的。尤其是当裁判把手举起来之后，它是有球数限制的，是，也就是说你的传导只能够在4次内就要赶快完成这一次的一个攻击裁判再度的响哨。那我们会在场上看到裁判立即换了一个位置那这个也是在寻求比赛的一个公平性有时候吹判了一个2分钟或者是一个黄牌的一个警告，裁判就会换个位置来做一个执法的一个工作是。往中路地带来做导传，哇！不过这球虽然运掉，但裁判响哨。是的，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拉扯的一个动作，造成他没办法控制这个球权我现在在重轮这边都是屡屡的尝试远射。是的，因为我们他可能也发现了这一些西明国中这边的这个选手，他是处于比较站在底线的一个被动的60的防守那因为底线过于密集，他尝试着从外线来做一个突破。好，在这个时候，新民国中要来执行罚球，于承彦要来上罚球线上执行罚球。哇，是攻击网袋的右上角的位置，拿到分数，10-8。所以看重轮上半场的后半段这攻击的策略就是改采取在9公尺线外的射门比较多的情况。这一颗所以你看他的整个突破之后，新民的这个补位都来得相当快速所以他刚刚会采取几波的这一个长射的原因也是这样子来的刚刚这球尼伯龙的切入之后是造成了新民的犯规，现在重轮是拥有一次7公尺线上罚球的机会。是。再度交给的是杨旭升，没有问题杨旭升在今天这场比赛重轮的2次罚球都是由他来执行，都是他来主罚对，都命中得分。那其实从预赛一路走来我们会发现新民这一边的整个的攻势其实都是相当的快速而且是简洁有力，而且呢整个都是快速的一个打法不过这样的攻击也收到很好的一个成效交给侧翼，选择往地上来做攻击，陈世植拿到分数
场边在崇伦国中的加油团很卖力哦，期盼能在上半场先把这个分数要回领先哦。是的，家长的鼓舞跟打气啊，我想都是选手的一个精神战力的来源哦。是。不过在新民的23号吴俊彦是连下2球哦。是。在右侧这一边的一个45的一个位置啊，我想吴俊彦的这个攻击火力还是相当的够。是。那在左侧这一边那整个的攻击在陈彦这一个点是一个新民的一个整个的发动的一个点这2个点其实如何把它限制住，那就是我们从国中这一边的一个课题那相对的回推过来，我们的这个从国中这一边，除了博龙以外，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清祥这2个点也是它的主要的一个攻击的来源是。如何在我们的这个选手有效的一个发挥，那我们呢在防守端要如何去限制对方的这一个防守球员，这是相当重要的好，那在刚刚于承彦又罚进了1球，所以现在的比分13-10，再度的拉开到3分。那刚讲着分数就来了是。整个的这个攻击态势，我想灵魂人物当然是必然会存在的啦。那这些灵魂人物如何带动这个球队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攻击也好，防守也好，都相当的重要。是。分球给中书，也是在远距离的射门。新民在前场要发动快攻，裁判这时候响哨，有一个阻挡的犯规。我想很快速的，他又把球给带向了这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来做进攻上半场的比赛剩下5分钟左右。很漂亮的一个低手的一个投射，趁着这一个防守球员的一个不注意把球呢运用低手的一个射门技巧，把它送入了球门内。吕尚轩刚刚射进的这一球，也是上半场个人的第3分。是。拦截了。这个在远端这一边已经发现了这个传球的一个动作哇，于承彦刚刚这一球有用一个假动作，先第一拍没有出手，第2拍再把球送出去。我想这个就是孩子的平常训练他的一些动作，对于脚步的动作的运用相当到位相当漂亮的这一次射门2步起跳之后，第3步呢在原地再做一个起跳造成一个3步的一个射门。这边有连接到队友，最后射门得分。13号的王玉祥，我想利用一个空切进来之后呢，跟队友造成一个上下的这一个连结来做这一颗攻击这个都是在教练平常在做这个战术设定的时候有去演练到的一个动作是。使用高抛球的角度射门得分。于承彦继续在上半场来攻城略地是。尝试远射，但是这球力道太大。这个手腕呢稍微少压了一点点所以球呢就偏出了这个球门框外16-11，在上半场新民国中现在暂时有5分的领先。还是他不过这一个守门就有注意到他要抛射的一个动作因为我这一颗这样子的射门，我可以连续得好几分，当然我就会想继续尝试那当然就是守门会做出相对的一个因应那待会如果还是这个动作的话，我想他也会做出一个射门的一个改变是。直接打到了守门员的身上。
快速的导到前场。新民在这一波的攻势是稍稍放缓。传到右侧翼，这球的射门打远处得分。背号18号的魏以哲。那场上这一些选手有时候还会私底下在射门的这一波攻势里面会做一些小小的沟通哦。是，我想在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哦。不管是整个路线，这个就是默契的一个来源哦。不管是在防守上，在补防的过程当中哦，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出现。这边在内线的队友杨旭升已经就定位了。再度的也是用抛球的方式拿到分数。所以很快你的一波的攻击之后，他马上采取快速的一个推进了。那也是西敏这些选手，他的这个速度上都有这样的能力哦。所以教练在设定战术的时候，可能就是利用他的这一个本身孩子的一个选手的能力，来规划他的整个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战术的执行。在这一波的攻势，看到崇伦能不能把握住应该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波的进攻了。还是往中间塞，来做一个高低的一个配合。再度的交给了旭升。那旭升也使命必达把他这一个球呢送进了这个球门里。是的。剩下最后的5秒钟，最后被抄截，来看一下能不能最后的进攻，这一球远射被守门员挡下来。这个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底下，仓促的一个出手，来结束了我们的上半场。那两队在攻守上呢，其实都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哦。那在上半场结束，新民国中是带着5分的领先，待会在10分钟的休息之后，要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在这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意外，没人能够把握关键机会，场上机会，给他机会，这个比赛，给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分开心out，你压力太轻，你看看怎么比对，你看看怎么比对，看看队伍全部对着我们前进。在这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握关键机会，场上机会，还有机会，这个机会，给机会。112年全国赛 Come fight with me。112全国赛等你来挑战。
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意外，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创造机会，给个地位，给个机会，给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The house is out and压力在起伏，你看看什么疲惫，看看什么疲累，看了对，全部对就往前走。到处都是华丽，说理不会败，跟不上抓力。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I told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 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创造机会，给个地位，给个机会，给机会。 112年全国赛。 A fight with Mag.今天12月11号，在上午的阶段，我们在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进行的比赛是今年112年全国手球锦标赛的赛程。那在这场 U15男子组的冠军赛要准备进入到下半场了。在上半场看到新民国中，是拥有多点开花得分能力的球队，所以是靠着得分的优势，18-13暂时5分的领先台中市的崇伦国中。我想在两边的进攻端其实都有一个稳定的输出跟发挥那当然在新民这一边，那采取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击这一个能力我想是相当的强的那相对的就考验到我们崇伦国中这一边能不能及时的做出因应那如果说在体能上无法是跟上他的一个整个的节奏。我想下半场对于整个新民国中来讲是相对的有利因为它占据了整个分数的一个领先那再来就是选手在崇伦这边的压力也就会稍微大一点。那在整个的攻击上，本来他就有受限于他们的身材的体型是比较稍微薄弱一点的，是那相对的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崇伦国中拥有下半场比赛的第一波进攻。给了一个跟随的一个小球那防守的有补到位，所以这一颗是没有让他得逞分球给侧翼，没有适合的攻击机会。马上做一个转移那在这一个转移的过程当中，这个球没有控制好。这时候裁判举手了，必须要攻击。这一波的攻势拿到分数18-14，崇伦在下半场首开纪录。分球给侧翼，想要用一个高抛球的方式，但是打到远柱上弹得出来。因为这一颗也受到这个前面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影响
那造成他跳的时候就没办法那么的一个顺畅。在崇文下半场的2波攻势都有攻下分数哦。是的。那清祥这一边在攻守转换之间呢，在选手呢防守球员还没有站定位的时候又采取一个强力的一个突破，是来取分哦。这边受到2位选手防守员的包夹，再把球导出来。这边在上半场判罚2分钟的吕尚轩回到场上，往地上来做攻击，顺利的打入球门。19-15。我们在昨天的比赛，其实也跟主任有聊到，在新民国中其实算是一所体育发展非常好的一间学校。是的。除了在手球项目发展很好之外，有在关注其他基层运动的观众朋友，其实也可以知道，在新民国中的棒球队其实也是很强的哦。而且是在国内一个强权哦。是。所以一所学校在体育上面的经营上来讲，其实也是相当的不容易，都要仰赖非常多的师长的投入的这个一些资源哦。除了有教练来做训练以外，不管是在学校行政的支持、教师的支持，甚至呢你要得到社区的一个支持，那这一些都是不可一个或缺的哈。是。那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呢，来支持底下呢，这个球队的运展哦，还有整个的发展，它才会相对的一个健全哦。是，所以这也是一直以来在桃园地区的新民国中的手球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这球是往这个网子的右上角来做进攻，旭升。放进了这1分哦。利用他的一个身材体型哈，然后他又是一个左撇子来做一个劲射哈，然后获得这个分数。过了半场之后，把球往这个回打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分数。那这边新民这一边呢，造成一个失误。那目前是崇仁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攻击。新民国中这边呢，有效的一个压制。那三分这边很聪明哈，很快把球给挡在他前面主断掉，在这一颗我们的崇仁国中的这一边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击哦。那在上一届111年全国手球锦标赛 U15 的最后决赛当中，崇仁是落败，所以在去年崇仁是拿到全国的第2名，那新民是在去年的成绩拿到全国第6。选择直接往守门员的正面来做进攻，被挡了下来。我想这一个每一个学生层级的这一个杯赛每一届的孩子其实不尽然相同，然后那整个的这一个杯赛里面，当然他上一批的孩子如果是表现的是还算优异的话，那他相对的他也是不错哈。这个时候裁判是掏了一张黄牌，对教练掏黄牌哦。是的，那可能在对于裁判的这个吹判的尺度上，那教练这一边也提出了一些疑虑哈。那如果是过激的这一个言论，或者是呢他这一个会记在这个教练的身上。当然，如果教练被2分钟的话，场上的选手是要1位出场的。是。对。因为他等于是记在队长的身上。是。对。好，现在球权还是在新民的手上。在侧翼来做远射，但是没有进。在右侧翼。这边有个空档，是用抛球的方式入网得分。13号的这个王立祥的捕手，
来射入这一颗球。那目前呢，比数呢又慢慢的拉近哦，等于崇伦在上半场所失去的这一些分数，有慢慢的收复失土的这一个感觉哦。但是呢，这一个就是还要看大家临场的一个发挥啦。是。在中线的位置有队友来接应了，23号的吴俊彦，下半场拿到分数20-17，还是再把这个领先的优势稍微再扩大一些。在切入的时候，裁判响哨，要继续的由崇伦国中来控球。有点受到防守员的干扰，我前场要跑快攻。这守门员马上进行第一波的一个快攻推进那这个就是后面的拖车拖上来的拖车做得很好吕尚恩刚刚放进这一球，这也是在上半场新民国中很常看到的这个跑快攻的战术。如果能在下半场新民国中持续的把这个快攻的攻势做好，而且能来取分的话，其实对于新民国中维持上半场的领先优势还是蛮有这个很大的机会能把这场比赛收下来。是的，是的，我想这个就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一个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了。好球。在中枢地带已经是有队友吴俊彦已经卡位成功了。是，而且这一个进攻的球员也很好的把球送到了他的手上，是让他来做一个轻易的一个得分那现在呢分数又回到了5分差的一个比赛，等于将刚刚呢我们的崇伦国中这一波的一个努力马上把它抹灭掉那现在比赛时间还蛮长的下半场还有17分钟。再交给中枢，一个转身射门，哇！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出了界外。但是呢，前面的一个防守球员，因为在转身的过程当中，那防守球员已经进入到了这一个6公尺线内，所以它是一个越区的一个防守造成这个7公尺球。崇伦的杨旭升，在今天3罚3中。22-18。哇，往右侧来做转移，但是球传太高了，接应的队友没有接到，发生了失误。我想在手球这么一个激烈的一个攻防的一个体系底下那很多选手在这一个失误上面的控制，我想如果能够把这个控制的很好的话，那相对的对于球队的这个稳定性的一个进攻也好，相对的是有一个加成的作用那这个就是平常我们教练在训练上的一个课程失误难免但是如何把它降到最低这个比较重要。想要来攻击远处，但这球裁判响哨。是的，借由自己的突破之后，突破人墙，然后要起来想要射门。那防守球员在来不及的时候，稍微一个推拉的一个动作最后是把它推了出去。这球是判罚新民国中的攻击主力吴俊彦23的吴俊彦下场2分钟。那在这最近的2分钟，对于新民国中来讲，可能要有其他的选手跳出来了是的。22-19，新民国中暂时还有3分的领先。非常强势的，直接在中枢地带的射门得分。很快速的这个上轩呢，就靠了一个个人的一个优异的突破来取分
现在在这个时候，崇伦国中可以打快一点，因为现在是多打少的优势哦。想要往内侧来做攻击，但是有防守员阻挡犯规。那因为这一颗是在6公尺区域的里面呢，所以他就被吹了一次这一个7公尺球哈。那因为这一个教练呢在场边呢对于裁判这一颗的质疑哈，他有一个言论的一个出现，所以呢这一个裁判给予教练的一次的2分钟。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教练的这个2分钟其实是记在这一个球队的球员身上哦，所以场内的一个球员他必须要在退场1位哦。在罚球线上，杨旭升再度把握住，所以现在在新民国中场上是少了2位的选手啊。是的。变成一个4打6的情况。想用高吊球来射门，但是被挡了出来。哇，这个时候崇伦是发生了传球失误。是的，这个有时候学生急着要取分，就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哦。我想这一个时候稳定很重要，尤其像新民国中这个时候，他处于人数的绝对劣势哦，所以他如何把这一个时间磨过去，这个就相对的重要哦，让他的一个选手可以进来之后加入战局哦。那透过这一个个人的单打技巧让对方呢也出去一位选手，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哦。在崇伦国中的2号张俊荣现在也被罚2分钟。这球打到门楣，弹得出来。其实新民国中虽然属于人数的一个劣势哦，但是他们都运用自己的一个优异的这一个脚步跟技巧，来寻找1对1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发现这2波其实他虽然人数是比较少的，但是他都还有攻击的火力哦。就是最后那一个临门一脚稍微欠缺了一点点。新民国中现在第1位的选手回到场上，吴俊彦，所以现在双方的人数相等。等再过一会换新民国中这边人数会有优势哦。要来做单打射门得分，15号的于承彦在下半场也开张了。场边的这一个家长看到陈彦射完了之后都给他一个精神的一个鼓舞哦。是。现在第6名的选手新民国中也回到场上，所以现在反倒是崇伦国中少1人哦。是的。哇，这个时候发生了传球失误。失误过后，来看一下快攻的机会，是打到了远端的门柱，偏低的位置得分。哇，攻势真的是来得很快哦。这也是在新民国中引以为傲的快攻攻势。25比20，崇伦国中依旧是5分的落后。崇伦国中现在6号的陈以环是回到场上。哇，运球失误，现在球权再轮回到崇伦国中手上。想打快攻，但是在新民这边有阻挡犯规。持续在中场来做传球的传导，来看一下守备方有没有一个空档可以来做进攻。
新民阻挡犯规，要继续的由崇伦在9公尺线上来发球。这几波的攻势在崇伦这边是打得比较保守一点了。哇，这球也是想采取一个抛球的方式射门，但是被挡了下来。25比20。崇伦这一边再把这个节奏稍微慢下来哈，再来寻找一个攻击的一个契机啊。长射，这个长射前面的一个封阻，出了界外。是。由于在射的时候，在新民国中是有选手把球碰出界，所以要来发角球。哇，这球没有抓好，反倒是让新民前场的快攻机会，直接单刀射门。而且这一颗在跑动当中就出手哈，有跑射的一个动作。刚才这球吴俊彦点到之后，自己一个人来完成这次的射门。在崇伦马上是有分数的进账，要反映一下。倪国荣放进了这2分啊，这1分在下半场是已经攻下了个人的2分了。但是新民在这场比赛一贯的让对手得分之后，我马上就把分数要回来。是的，那这个很快哈，所以我们说你在球场上是一刻不得松懈哈。进攻完了之后，马上要转换成一个防守哈。新民的防守员也是贴蛮紧的哦。是的，因为这位6号的选手，他其实在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当中，他的尝试能力其实还是不错的。在9公尺线上的跳投，但是被挡了一下，防守犯规。陈以恒这球的远射，快速的快攻。哇，这起来，是的，还是用他优异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哈，在人墙中找到了很好的一个空档，来做一个劲射得分。虽然刚刚这球是有队友在侧翼有举手示意说是一个空档，但是靠着他个人的能力，还是把这个球扛进去了。是的，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选手对于自己的这一个射门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展现哦。崇伦继续要在前场来进攻。打左侧偏低的位置，裁判响哨，依旧是防守方的犯规，所以球权还是在崇伦手上。分球给侧翼，直接打门，但被守门员挡下来。发动快攻，尚恩这个球在接到后场接过来的接一球连接球，马上的射门。我想在整个攻守转换这一边哦，一向是西民国中的这一个一个特色哈。是。当你没有射进的时候，他前面其实都有3到4位的一个球员在跑这个快攻。是。
刚才这个球从后场来往前场送哦，在基因的队友尚恩接到球之后的射门得分。马上这一边，崇伦的王义祥啊，在我们的这个侧翼这一边啊，马上一样跳入射门进球。现在在下半场，新民是把分差拉开到7分了。再度交到了左侧翼，同样是交给陈燕的。崇伦还在尝试突破封锁，被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球权轮替新民手上。现在分差是来到8分了，所以新民是攻击的节奏上来讲稍稍的放缓。是的，因为现在他除了放缓以外，他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攻击哈。那利用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尚恩，他往这一个底角移动的过程当中，让他呢造成一个错位的一个进攻，那来取得这样子的一个分数哦。在中枢地带是有队友已经卡位成功，也是一样续身，把这个球放进了。那做一个上下的一个高低走位的一个传送，来把球塞入了这一个球门内。那新民这一边呢，因为他手握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哦，所以慢慢的来做发动。但是呢，他的发动其实刚开始启动的时候，速度都是相当快的哦。也就是说，你防守端看他慢慢来，但是呢，你还是不能够松懈，因为他会做一些瞬间加速的动作。是。开始，好球。这球14号的杨宗祥得分。对，在外围做一个长射。不过在崇伦现在在下半场的阶段是换上了第2位的守门员黄启祥，是比较身形娇小的选手，现在又把另外一位的守门员换上来，是今天的先发守门员。31-23，这球射门力道太强，但是裁判先鸣哨。在续身转身射门的时候后面有一位推拉的一个动作，然后造成他有一个7公尺的一个罚球的一个判罚。续身也将球妥妥的送入了这一个球门内。这个罚球罚金也是杨旭升在这场冠军赛当中个人得分已经上双了，来到10分了。新民这边也做了一个守门员的更换了，走马换将。杨宗祥连进2球。准备要来在9公尺线上起跳受阻，裁判响哨。哇！不过这个时候传球掉球了。前场的快攻机会，用抛球的方式上轩，把这个球放进。新民的这个快攻总是来得那么的快速哈。在这场冠军赛，新民是越来越有机会在今年的 U15男子组来拿到冠军了。崇伦这边的教练还是采用了一些不同的一个防守策略，看能不能来影响到新民的这个整个进攻的一个节奏。是。
稍微掉了一下。但是我想以现在的这个分差，当然是为时已晚，没有错了哈。但是呢，教练对于整个的战术的执行，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全国师生杯的一个手球赛，是，那来尝试一下这一个是不是会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作为后面比赛的一个准备了哈。那虽然现在是大概有7、8分的落后，但是在崇伦还是使用压迫的防守。哇，这个压迫的防守，吕尚轩还是突破得分。是的，但是这一颗球因为队友他有一个越区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是不算的。是。那当然，这个最后没有影响到整个的战果了，还是由新民国中这一边击败了我们的台中市的崇伦，获得今年度的U15岁男子组的一个冠军。新民在过去的3届的比赛当中是没有办法来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在今年112年全国手球锦标赛当中，除了进入到决赛之外，同样的是打败台中市的崇伦国中，这也是历届的 U15的强队哦。在这场比赛打败崇伦国中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非常恭喜新民国中今年 U15男子组的比赛最后是抱走了冠军。好，那在这场 U15的男子组冠军赛结束之后，待会要稍作休息，有下一场公开男子组甲组的冠军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请不要错过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转播。今天我们在高雄市的青少年篮球场要来进行的比赛是今年112年全国手球锦标赛的赛程哦。在今天的第3场比赛要带来的是公开男子组甲组的冠军赛，是要由台湾体育大学要来对上的是 TBE Homie。这2支的队伍都是在甲组方面，这队伍的组成其实很多都是有国手资历，有包含在今年有来到这全国运动会赛场上的选手，都在这2队的选手当中来组成。是的，那以目前这一个TPE 的这一个球队的组成哦，那个北中南大会串哦，是那集合的选手很多都是我们当初仁川亚运的这一些选手。是，那当然这个就是队友再找回来活络一下、运动一下了哈。那所以在整个的状况里面，其实都要相当的保持的相当的不错。是。那体大这一边呢，当然也有很多这个亚运的一个选手。那再来就是他目前就是以新北市的一个这次全运会冠军的一个选手。是。那再加上几位台中市的这一个选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组合。那我想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一场比赛，那双方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让这一个比赛相当的精彩我们呢呈现出来给我们的观众。那在 TBE Homie 的刚刚提到有选手是有来自多位，是由这全国运动会的好手来组成，包含的有今年在全国运动会获得亚军的台北市的选手，以及获得第4名高雄市的选手，都是大杂烩的方式是的来组成联军哦。包含他连台中市的选手都有几位在里面哦。是。那在这场比赛，身着蓝色的球衣是由台体大来组成的球队，待会要准备来上场比赛。画面的另外一边 ，TPE Homie 在这场比赛是身着红色的球衣。那Homie这一个球队其实从预赛其实因为有一些都在工作是，所以从预赛开打的时候，其实人员是不怎么整齐的。但是我们今天稍微看了一下，人员是。林骂强棍这个真的是人员到齐的这一个整齐度相当不错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一场冠亚军赛，他们其实是有所准备的，是，而且是也有所期待的那体大这一边我想长期以来都是我们这一个国内的手球的一个大专组，他的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球队长期都是一个冠军队。那近几年呢，这一些好手陆续毕业之后。当然，他会把这些选手再召集回来，来组成这样子一个队伍，来进行这样子一个杯赛那我想这些选手彼此之间都相当的一个熟悉了那至于会怎么样的一个进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好，那在公开男子甲组的比赛是打上下半场25分钟的赛制。赛前在双方也先做一下简单的暖身看到谢吉轩已经整个做起了这个俯卧挺身了不止一位立刻旁边又加入了一位选手进来做俯卧挺身让自己的身体呢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好，现在比赛要马上来开始，在 TPE Homie 在上半场的比赛是握有第一波的球权。简单的做一下传球之后，现在比赛马上的来展开。首先由这一个我们这边的王辉雄做一个垫步射门。台体大攻势很快把球导到前场。在切入的时候是挡到了人墙上裁判响哨。后面的补位相当的一个及时在公开男子甲组的比赛就没有选手组成的限制所以任何只要有得奖过的选手都可以来报名组队组成一队所以当然在公开男子甲组的比赛是最为精彩的。这一球选择在侧翼，有54号的黄成刚。
TB Homie 在失分之后，现在在中场组织一波进攻，发动攻势的时候速度蛮快的。选择往地上来做进攻得分。10号的谢安俊在这一边做一个切入射门得分。可能双方都是在今天虽然是已经上午的10点半但是第一场的比赛可能有些选手在暖身的部分还没有很充足，所以都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做伸展这一边马上回来，谢其轩就还以原色2比1。挑起来之后，再度分球给侧翼，找到了空档，不过这球是直接打到了守门员的脚上。利用自己的突破，造成了这一个防守虽然来不及他的一个犯规，获取了一次的一个罚球的一个机会。在台体大61号的谢其轩，现在是要判罚2分钟。这一位是我们的凡神邱奕凡来主罚7公尺得分。邱奕凡这位选手，其实他的这个7公尺的罚球一向都是相当的稳健是。邱奕凡同样的也是在今年全运会是有出赛的成员是的。哇，这个球过3个人了，震撼用那个推土机的方式一直往内部的来深入。这些选手因为都有时候都是会保护自己所以没有特别去跟他做身体的一个接触跟碰撞。这球裁判响哨，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李正翰，哇，一连是推了3个人，推土机方式把他推进去因为他有一个身材上跟体型上的一个优势。转传到侧翼，球掉了，所以球权要回到台体大手上。被点了一下，球被拨走了翁家维。相当漂亮，翁家维在侧翼45度角右侧的位置切入得分。这是一位场上的一个联盟人物而且打球真的很认真而且他的整个心态呢都是非常棒的一位选手。是。继续在外围来做传导，再交给郑翰。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台北 Homie 的这一位球队呢，它里面有很多在防守上的一个声音的一个连结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一个翁家伟的一个作用，他会在场上一直指挥着我们的这一个队友，是来不管是做进攻跟防守。刚好在人墙之中有一个空档对，做了一个垫步的一个射门我们的刘子化。4比3，台体大现在在上半场还是维持1球的领先优势。不过在纪录台，现在裁判是先吹停了比赛比赛继续。往斜角部分来钻是打到了守门员的身上。往这个进驻的内侧来做攻势，拿到分数。其实是到了周廷岳，这个是一个台中市的一个选手。
这个裁判吹了一个踩线哈，很可惜。刚刚这球是穿过了2位的防守员哦，攻击进驻，而且穿过守门员的防区得分。这个球出手的速度蛮快的、哦，是有谢其轩啊，在这个9米左右的一个劲射入网啊。6比3，在最近的3波进攻都是由台体大这边取分。导到右侧翼，在中枢地带，这球要下球的时候受到干扰。是。裁判这时候再把比赛吹停，必须要在9公尺线上来发球。中间已经是找到队友来做连接了。9号的黄长龙，这个传球也相当的到位哈有2位高雄市的这个选手做成一个连线。把球带到外围来。有越这个犯规的情况。是的，这个有越区防守的一个状况。看一下刚刚这个球，在失去重心平衡的情况下，在黄长龙还是把这个球射进去。有谢许先主罚。这也是今天台体大的第1个罚球得分，7比4。出手受到干扰，守门员及时的把球拨往底线哈，没有让他跑出他的这一个守门的区域。台体大左侧翼的进攻传导到右侧翼，45度角的攻击，周廷岳。我想这些公开组的选手都很会利用自己身体的这一个特色跟我的这一个优势，来发挥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战力啊。不过在这个时候 ，TBE 后面是有选手被判罚2分钟，是9号的黄长龙要下场休息。做一个空中接力，但很可惜哦。我想这个就是选手之间的一个默契了哈。那在这个场上没有守门的状况底下呢，这一颗比较可惜哦，挡到了一个门楣哦。这个门将直接从守门区丢到对方的守门区哦，直接轰门的一个动作。那因为场上是没有守门员在的哦，所以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刚好这一球是打到门楣哦，哇，这就被封住。来看一下前场又有一次空门的机会。这一颗就是因为防守守门员已经出来了哈。那因为场上他是少1位选手的，所以他守门员会出去，然后让这一个进攻的球员可以多补1位进来。是，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如果你的失误了，或是你射门没进啊，你的回防不到位，那你的这一个门是空着的，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不过在 TPE 后面还是选择在进攻的时候是把守门员换下来哦。陈冠儒这一个封阻了这一个王辉雄的射门。今天陈冠儒在守门员区的表现上来讲，已经挡了3颗球。
裁判在这时候想到要来再给一次台体大7公尺的罚球。是的，还是由我们61号的谢其轩来主罚。这球也是顺利的把握住。在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剩下14分53秒的阶段，现在要来喊暂停了，是由 TPE Homie 要来喊暂停。是的，因为教练看到这个分数哦，已经慢慢的被拉开哦。那因为体大这一边的速度来的是相当的快，那这一个部分呢，可能教练这边就下达了一个暂停，然后呢让选手稍微喘息一下。因为毕竟这些选手在10月份的全运会过后，有的都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工作，那也没有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训练哦。有时候刚回来到场上这一个体力上的调节，本来就是需要教练这边去适当的一个调整哦。不过在过去的2分钟，由于 TPE Homie 是有选手被判罚2分钟，所以刚好在这2分钟的情况，台体大的攻势来得特别的猛烈哦。包含看到有2球直接是后场的选手直接把球这抛向空门的这个球门内哦。那场上的这些选手也是我们明年1月的时候，也很多都是要参加我们这一个亚锦赛的一个男子选手的一个名单里面哦。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组成，然后那透过这一个训练，然后让体能的恢复来参加这样子一个赛事。在左侧的位置是有一个射门的空间。王辉雄一个45度角的一个切入，一个直接的跳射。那很快的这边就来了一个快攻的一个推进哦，那一个防守。你看我们翁家伟选手从另外一侧补防到这一落侧这一边过来哦，真的是一个精神很可嘉的一个选手。是。他从自己的一个负责防守的区域补到了最远端的这一个区域来做防守哦。李正翰现在在中枢地带，再找一个好的位置卡住哦。再分球出来，李正翰自己来打门，这球被挡了出来。很快的话，后面这一边要进行一个快攻的推进。哇，这个球打到门楣，可惜啊！我想那就是一个眼神、一个默契的一个配合，然后当辉雄把这一个球往边侧带的时候啊，邱一凡就已经往内侧去做一个框切的一个跑位。是。那辉雄等他进去之后，再把球呢往他的身上送啊。当然最后这一个可能就是没有把握一个契机，没有把球打进哦，不然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 break。这球也是穿过了2位的防守者，拿到了分数。刘秉元在今天这场比赛首开纪录。TPE Homie 在这次的进攻是更换的选手进场。今天场上这个32号跟33号是一个兄弟哈，是。刘子华、刘子凡，那这个秉元应该是他所改过名字之后的一个名字哈。交出来给外面的选手，在9公尺线附近的位置，台体大阻挡犯规。没有很好的机会，赶快转移到另外一侧。这一球再被陈冠儒挡下来了。是。不过在快速的反击下，这一球周廷岳是发力过大，出了界外。11比5，双方的分差还是有来到6分的差距。
这球传进去，旁边的补位相当及时哈。直接用自己身体的优异的一个素质把人也给抱住了就动不了。在左侧翼有一个非常好的攻击机会，攻击远处得分。这就是许家豪。11比6。不过在这次的进攻没有对准球门。他在台体大在过去2届的全国手球锦标赛中，在男子公开组都是拿到冠军了，所以对于他们基因来讲，是要来挑战3连霸的一个成绩哦。再被守门员挡下来，这个时候在震撼是抢到了这个球，来发动反击。球传到右侧翼，左侧翼的拖车上来，对，直接被刘国章给封住了哈。但是他前面其实有点踩线的动作。这球双方的球员抢成一团。黄威雄再把球给救回来。黄长龙射门得分。哇，这个球直接被这个长龙给捞走了哈。在最近的1分钟的攻势内，双方是打得比较凌乱一点哦。背后传球，这球想要打远柱，但球出了界外。裁判判了一个这个越区防守的动作哈，给了一颗7公尺球。所以上罚球线主罚的选手还是谢其轩。轻松的是攻击左侧的位置得分。骗过守门员之后放了一颗软球哈，进入到了球门。12比7。在中枢的位置，继续的在做球的传导。不过裁判响哨。有这个踏到了这个6公尺的禁区里面去，所以造成一个踩线的一个违例。台体大这一球分球给左侧翼的队友，使用滚球的方式把球滚进球门。是利用身体的一个跃起把守门员骗起来之后，球往下打，做顶跃。比分来到了13比7哦，台体大有6分的领先。哇，跳起来，这边是有守门员已经站好位置了。吸引到这个防守的球员呢，进入到了这个禁区里面，获取一颗7公尺球。那 TP Homie 现在是由徐显明要来罚球。这一颗球想要来打偏低的位置，但被识破。陈冠儒这边给攻挡出去哈。那在今天台体大的守门员83号的陈冠儒，到目前为止这边有记录，应该是有挡了7颗球了。那现在的这个身材都比较高大哈。包含守门员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去做，那因为球门的高度就已经有2.08米了哈，那所以守门员的高度如果高一点的话，那可以把这一个整个球门占住的这个空间就更大。是。
交给左侧翼。这一颗起跳的时候防守的球员有稍微碰到他了。那因为现在的规则赋予他就是不能够去碰到这一个防守的一个球员哦，一点点而已哦，其实只有碰到一点点哦，但是这一个一点点都是不被允许的一个状况哦。所以现在在罚球线上，谢奇轩又要再来罚一球了。有时候这一点点就要靠裁判的明察秋毫哦，看能不能看一下。刚刚换上了呢，守门员是张才智。那谢奇轩还是稳稳的将球给送入了一个门内。场上看到 TPE Homie 现在应该又是少一位选手。所以现在又采取一个多人的一个战术回来了。如果是守门员在的话，那是7人战术了哈。那因为他是场上少一位，他是把6位人数给补齐了。受到干扰所以球掉了。但是因为有干扰、有打手的现象，球又回到了我们后面这一边。转身2个垫步的射门，裁判稍影响了。蔡孟昌的一个突破，那过了人之后呢，后面这个防守球员来不及，稍微推了一下，所以是7公尺。不过在罚球线上，邱显明第2次的罚球就把握住了，虽然是打到门将，但是球的力道蛮强的，还是滚进去了。14-8。身后传球，背后的一个传球哈，默契相当不错的跟了这一个李正翰在底线做一个连线。在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分差持续维持在6-7分的差距。裁判再度响哨，是继续 TPE Homie 的球权。在6公尺线外太多防守员了，所以也有出手受到干扰。潘以大前场的快攻，这球反倒是被抄截下来。在外围来做传导，交给黄长荣。往底线送就是一个小球的一个搭配。那这个防守球员其实有看到做一个9公尺的发球的一个偷射，徐显明得分。这个防守球员有时候一松懈这个高大的球员就是球感就会做一个偷射的一个动作，这是在不管是在国际赛也好，或是国内都常常有的一个动作一个现象所以这也是显示球员必须时时刻刻专注在场上是的。在这边谢奇轩也是跳出来拿到分数。对，利用个人优异的这个弹跳在空中做一个停留之后，那骗过了防守及守门员之后呢，把球往回打的进球。传到右侧翼哇，在中路地带虽然是有队友接应，但是想要来分球往左边来跑，但是分出了界外。给球的力道有稍微大了一点所以这个没办法接好这一颗传球目前距离上半场的时间还有2分钟。
传到右侧，这球是在左侧翼的部分来做底角的进攻得分。有33号的刘子华来进到进球哈。我想在侧翼这一边有很多的这一个身体的动作，主要是要偏离守门员他离开那个位置来做一个射门哦。那这个在很多的这个社会组的球队里面很常看到，所以他跳起之后呢，他会偏往那个6公尺线的中间来，加大这个距离之后，加大这一个射门的角度，然后利用身体的一个摆动然后呢，最后由手腕的一个变化来骗过守门员进球。不过 TPE Homie 在上半场的几次进攻都受到台体大的严峻的防守。王家伟个人的带球的一个突破受到干扰之后呢，球权还是回到他的身上。再度的2次分球，准备要射门的时候，裁判哨音又响。直接打到守门员的正面，被挡了下来。马上发动快攻。在前场，连伯勋10号连伯勋这个快攻射门得分。上半场的比赛剩下20秒左右。这也应该是上半场 TPE Homie 的最后一波进攻了。往底线的位置来打，结果被守门员拨出界外。同时在上半场的时间也到了。在上半场台体大是靠着优异的进攻火力，尤其是快攻的展现以18比9，暂时在上半场是取得了9分的领先。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敌人，没人能够把我关键击溃，产生机会，给我地位，给我机会，给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就靠近到你压力太紧，你看看怎么对对，看看怎么对对，看看对我全部对就往前对。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我关键击溃，产生机会，我的地位，给我机会，给机会。112年全国赛 Come fight with me。112全国赛等你来挑战。
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意外，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穿上机会，给个地位，给个机会，给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不靠近out，你压力带进去，你看看怎么对，你看看怎么对嘞，看看对，全部对就往前对。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穿上机会，给个地位，给个机会，给机会。112年全国赛。 A fight with Mag.这场公开男子甲组的最后冠军赛，台体大跟 TPE Homie 在上半场打完，是台体大以18-9带着9分的领先，要准备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是的，我想两队在这一个上半场其实都有所保留了哈，尤其我们的这一个台北 Homie 这一边，那体大这一边呢，当然占着这个体能的优势哈，频频的发动这一个快攻哈。那后面这边，我想如何找到这一个进攻的一个主轴，以及呢能够呢打开这个体大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破口，我想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哈。是。那我想下半场这一个两队如何的保持自身的优势，以及找到呢自身呢所不足的一个地方来加以努力，那使这个球赛呢可以再拉回来呢让我们的这一个分数不被拉开这个是红明这边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哈。在下半场比赛现在也开始了，也是一样，双方在开始之前都会来先运球一下，来熟悉一下球感哦。我先礼后兵哦。是。球再导出来，李正翰，在下半场的第一波进攻就攻击得分。
哇哦，在前场 TP Homie 想要来打快攻，不过被守门员挡下来了哦。我们汪家伟这个推进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的哈。是。往左侧一来做导传，背后传球相当漂亮啊！不过在射门的时候有点受到干扰。送到了翁家伟的一个手上哈。那这一颗也制造了这一个对方的一个防守犯规哈。获取了一颗7公尺的一个罚球。哇，李正翰上前哦，来跟罚球的选手那边邱一凡跟他两个聊一下天给他一点点这一个心理的压力哦。是果然造成他这一颗球没有射进。这也是场上刚刚主任也提到，其实两队的选手都是熟面孔哦，多半都是有这个一起打球的经验哦。是的，我想这里面呢，像刚刚的郑翰跟这个邱一凡。两个其实在体大念书的时候就是队友哈，是，然后再到了国家队，其实都是队友，所以这个已经合作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所以彼此的感情都相当的好了哈。但是球场上还是要见真章的啦。是，在下半场 TP Homie 也攻下了分数。由我们的王辉雄射进了这一分。在台体大的攻势稍微放缓一点，传到左侧翼没有机会，直接在9公尺线外的跳射得分。体面这一边突然那个突袭哈，然后呢把球呢送入了球门内。21-10了。台体大现在是握有11分的领先。右侧翼的分球，裁判响哨这边台体大应该是有选手犯规了。背号90号的邱宇鹏。李正翰这对每一位的罚球员都要上去聊天一下哦，给他一点点心理的压力哦。不过这一球王辉雄是放进了这一球。这在篮球场上有时候就是一个垃圾话了，来跟你干扰一下，让你心理上有压力。你现在罚球的时候故意跟你讲个几句垃圾话这样子。这也是会打球的选手都会常常看到用的一种招式。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们手球这边过多的就是上去跟你稍微聊一下干扰一下不会说真的有那一种来干扰很严重的那种情况，不像 NBA 这样的一个现象哦。是。有可能问说，待会午餐吃什么，让你这个肚子一饿，这个手就变软了。或者跟他说，我等一下知道你要射哪里哦。是。对。这边还是由王辉雄在1、2间的一个切入射门得分。你看这个时候就换他过来干扰他了李俊毅这一位选手就刻意过来跟这个李正翰这一边把他顶到外面去，跟他稍微聊一下天。这个时候台体大反倒是空门打了一个7人的战术因为有一位选手出来突出防守之后，那同样都是5对5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7人的战术，让这一个进攻端呢会多一个人出来攻击不过这一个后面这边很快的就反应出来了刚刚在92号台体大的林文祥也是判罚2分钟下场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又回到人数均等他就不会出来盯他了是。所以这个时候李俊毅就又回去他的原来的位置。这球稍微漏一下，
但是直接往守门员的身上来做攻击，刚好球是入网。邱一凡。好，回过头来这边周廷岳啊，马上还以颜色。裁判再度的响哨。这个阶段看起来两队都有把这个节奏稍微加快的感觉哈。是。TP Homie 在前场的发球，受到2位防守员的干扰，但是还是放进了这一球。我们黎君啊，黎教练哈，这个是在我们成渊高中的一个教练哈，他右手的，但是呢，他左手也可以射门哦，所以他过了人之后呢，改用左手来做一个射门，相当的出色哈。来看一下这球在左侧翼的攻势，哇，相当的漂亮，是由博宇煌。因为在人数上的一个优势哈，所以在这一边他就做一个晃动之后呢，赶快将球转往侧翼的一个部分。现在的场上人数是一样多。要做切入的攻击，但是前方有2位，可能又要给了一次2分钟哦，因为他身体呢已经有点重心已经被偏掉了。在台体大94号的刘义忠要下场休息2分钟。球。还是我们的黎君玉这一位选手在做一个直线，然后呢劲射入网。现在在台体大守门员又下场是把进攻的火力加强了，避免造成他在进攻上人数的一个劣势啊。分出来给左侧翼，想要用抛球的方式，但是张才智把他识破了他的射门的意图。是非常强力的打到地板上来入网得分。最近的1-2分钟，其实双方的攻势打得很快哦。TP Homie 继续在前场的发球，守门员这球挡出去，没有办法让 TP Homie 来取分。我想邱一凡自己也很懊恼哈，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在以往来讲是10拿9稳的哈，那这一颗被这一个陈冠儒这一边预判到了他的预判哦，所以把这一个球给封阻出去哦。现在在前场台体大又再度的来强化进攻，这个小球要往内送结果被这个后面这边的球员给识破了。在右侧翼，我来看一下，有2名的防守者是贴在进攻手的身上，但裁判响哨。防守犯规，所以刚刚这一球虽然是有进球，但是不算了。用侧投的方式把球送到球门，但是守门员挡下来。我想这一颗邱一凡打得相当聪明哦，
他在明显的看到已经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之后，有得力条款的一个状态底下，他身体就直接往里面打来做射门哦，造成防守球员来不及有跟他一个身体的接触，那有一个罚球的一个机会啊。目前由王辉雄来主罚。攻击球网的右侧得分。17比23。下半场在 TPE Homie 是渐渐的有把比分给追进哦。李正翰这球被点了一下，但裁判响哨还是在台体大的手上。哇，这一球李正翰也是打得相当的强势，不过在 TPE Homie 的前场跑快攻，是由李俊玉拿到了这1分。成功了手下这一波的攻势之后呢，来一个这个攻守的一个转换哦，相当快速的一个推进来进球。台体大在下半场的比赛要来看看这失误能不能减少，因为在下半场的比赛比分目前被追进的一大主因就是在进攻的时候发生的漏球失误。是。那这一颗被张才智给封下来。李军教练呢把球往前面带推进因为有干扰造成了走步的一个状况。在右侧的斜角射门得分。15号连伯勋。稍微阻止了在 TPE Homie 一波猛攻。在下半场的比赛，目前得分的比数方面 ，TPE 是拿到9分，那在台体大是拿到6分。左侧翼没有机会，快速的转移到对角。裁判响哨，要从9公尺线上再来发球。左侧翼来看一下这一球过人的射门得分。徐显明用这个体型的优势强势的射门。台体大在下半场是持续的在做选手的更换了。那上半场比较没有在出赛的选手，可以在下半场来上场进行比赛。刚刚场上的这个教练跟裁判也示意了一下刚刚那一颗的一个整个的吹判的一个状况。分球出来，没有太多的机会。哇，尝试出手，这一球漂亮，林伯勋。因为前面的这个防守球员有去干扰到他的这个球路造成球路的改变的方向，那造成守门员才是这边一个反应不及所以入球。在外围持续在做传导。在下半场 TPE Homie 是打得还蛮沉着的。一个假晃拉杆。那利用一个左右的一个变向然后呢寻找一个很好的空档。那在防守球员补完过来的同时呢，利用一个手腕的一个巧劲来射门得分。周廷岳。下半场的比赛剩下11分钟左右。
传导到左边的侧翼。这球分得漂亮，很好一个3人小组的一个搭配哈。那很可惜的是，最后这一颗球没有稳稳的送入到球门内。刚刚这球其实可以考虑是用直线的攻击，可能会效果好一点。是的，那因为他可能看到这个陈冠儒这一位守门员，他已经整个跳起来要包他的一个上半部的一个射门哦，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吊射哦。32号这球是刘炳元，是放进了这一球，在下半场得分开张。在7公尺左右的地方放一支冷箭哦，然后呢来穿入了这一个球门内。球打到外围。攻击是直接把球打到了守门员的身上，是，但是呢，因为打聪明球哦，靠在这个球员的身上，让球员这一边呢造成一个越区防守的一个动作。所以在 TP Homie 这一次的罚球，王辉雄没有办法罚进去，被守门员挡出去了。持续的来走马换将哦，双方都有一些选手来做更换。在刚刚中场其实可以看到台体大是全员哦都来到旁边的丙场地来收看，也是台体大在公开乙组今天有进行最后的决赛哦。是的，是的，是的。我想体大这一边的学生哦，还是占了一些优势哦，因为毕竟他们在国内的这一个大学部里面呢，他们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强队哦。是。那这一些选手，提到这些选手，因为长期都有在做训练，所以在体能上明显是优于一般的这一个大学的一个学校。裁判就说想到球权要转换到 TP 后面，因为有选手呢跑到了这个6公尺线里面造成一个越位的一个动作。那这一颗送球就比较可惜哦，被外面的选手给干扰了我送到外面去了。这球直接是传到中线，守门员把这球挡下来哦。转换的攻势取分相当的快速哦，谢安俊这一边马上立刻来进球。在 TP Homie 这边也是换上了第3位的守门员，是22号的林坤明。那刚刚一下来就做了一个球队的一个险球哈，然后呢也制造了这一次的一个攻守的转换的快攻。是。交到左侧翼，这球是想要来攻击，这又防守成功哈，高角度但是没有命中。你一进来就得了3分的感觉哈，守2颗又加上1颗快攻的推进哈。是。有时候这种你的守门员的更替啦，或是选手的一个更换啦，他一下来之后，如果有马上进入状况，对球队都是一种帮助。是。27比20，在台体大还是握有7分的领先。扛不进去，在6公尺线外都是台体大的防守员。那现在人数是相当的哈，体大要发动快攻了。分球给郑汉，好，左庭岳。相当漂亮。周廷岳在下半场也是攻下了个人的4分哦。上半场就是谢启轩的这个发挥哈，让体大维持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哦。
那下半场这个分数的维持，大概就是周廷岳这一边啊跳出来把这个分数啊给紧咬住了，是，那也保住了他们的一个分数领先的一个优势哦。攻击远柱的低角度位置得分。李正翰现在运球来到了前场。往内线来做攻击，但是打到了队友的身上。是。啊，这个时候场上的球员认为是打到他们自己的人出界的，但是裁判这一边呢，两边的想法可能有点不一样，是。所以这个时候两边的裁判呢就会靠近一下暂停来沟通一下，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状况。不过在经过讨论，还是判给了台体大。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裁判认为这一颗球是没有打到一个人的一个身上哈。守门员再挡下来。是。欧米在前场跑快攻，也是直接把球打到守门员的身上。双方这一波都有攻势哈，但是两边的守门员都表现得相当的优异，都把球给封阻了下来。还是一个7分的差距的局面。所以现在的体育大学这一边台艺大这一边不急不徐的把球打好，然后再来找寻很好的进攻的一个契机。又找到一个突破口。哇，这个4个攻击打到门楣。是。攻守转一边。传导到右侧翼，右侧这边找不到突破口，那赶快做一个转移。裁判响哨 ，TP 后面要在前场来9公尺线上发球。这球是直接瞄准了门楣，但是球是滚到了球网内。是。王威雄这一个手腕的运用相当的一个出色哈。6分领先的台体大，攻势现在是打得不急不徐。瞄准远处。这个被防守球员给碰触到了界外，是球权还是在体大的手上。这个传球过头，裁判就会举手了哈。出手。这波的攻势再度的被防守员碰出了界外哦。那这一个裁判的手是不会放下了，他还是在一个延迟比赛的一个状态哈。这个想要做一个空中 sky 的一个搭配可惜这位选手被卡住了犯规。这时候要来判罚2分钟了。在明显失去站位的时候，由后方去拉扯选手造成一个选手倒地，那所以会判罚一次2分钟的一个判例。在背号90号的邱宇鹏现在要下场休息2分钟。守门员再挡下来，这也是林坤明在下半场上来挡了第3球了这一颗球弹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防守球员没有把球保护好。让他给捡到球之后做一个补射。
下半场的比赛剩下大概1分30秒左右。目前场上放下来，大概体大的学生都是比较体力充沛的哦。是，借由这一些老将来将分数给拉开之后，让体力这个满满的这一个体大的选手进到这个球场内，来维持这个战果。哇，这一个球，是用这个背后的传球方式，但是来看一下是不是有犯规的动作？这个是有一个犯规的动作，但是教练在这一边被抓住的时候呢，他利用一个小抛投，把球给抛到了球门内哈。这时候我们看到后面这边还是没有放弃比赛哈，做一个全场的包夹。那体大这一边，因为我要的是时间，所以我不急不徐的慢慢的来做传导。来，这一颗球有不小心打到守门员的一个脸部的一个攻击哦，是，所以这一颗球谢其轩就判了退场2分钟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台体大是有2名的选手在休息区休息哦。是，但是这个时间大概剩下50几秒哈，那我想。时间整个还是站在体大这一边不过现在技术员在讨论看看是不是在谢其轩这一次的判罚是第3次哦。现在连这个队长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哇，这边举红牌的，直接给了一张红牌累积了这个3次的2分钟。所以获得了红牌1张红牌代表他这一场球赛已经结束了，因为他不能再回到场上。是。不过这个时间剩55秒来讲，就算他今天没有领到红牌他还是无法在这个场上做出贡献的，因为时间也大概就结束了。等他回来，时间也结束了攻击远柱的位置得分。那他会再采取整个的全场包夹因为现在台体大是少2个人的情况，是，少2个人还是可以跳出来得分。但是因为他的体力明显的优于这一些后面这些选手，所以很快的向前推进之后传了一颗。最后在这次的进攻也是有拿到分数，7号的李俊玉。连守门员都出来加入了战局就是要把这个球控制在手上，稳稳的把时间拖过去陈冠儒，我们看到会射门，果然射门得分，门将的射门得分陈冠儒是。不过因为守门员出来射门他射门之后发球马上就会做进攻所以在这场比赛最后一球来看一下，刚刚这球重播，陈冠儒直接从后场接到球之后，来到前场来射门得分了。所以在下半场的比赛，虽然 TPE Homie 是比较多得分，16比14，多了2分不过无力在这场比赛最后逆转。最后在这场男子公开甲组的这个冠军赛当中，台体大最后是以32比25打败了 TPE Homie。连续的3届在全国手球锦标赛当中的公开男子甲组拿到冠军，3连霸的成绩相当不容易好，那非常恭喜台体大。不过 TPE Homie 在今年的公开男子甲组也是拿到亚军第2名的成绩，相当的不错，非常恭喜2队的选手喽。是。好，那结束了这场比赛之后，待会会有最后一场的比赛要为观众朋友带来转播，是 U18男子组的冠军赛，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喽。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度回到112年全国手球锦标赛的现场哦。在今天12月11号礼拜一的中午阶段，准备要来进行最后一场最精彩的比赛，是由 U18男子组的赛事冠军赛，对战的组合是台北市跟高雄市的对战哦。那这个对战组合，其实在去年111的手球锦标赛当中，这两支队伍就是决赛的对战组合哦。是的，那我想这两支队伍呢，在这近年的这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赛事里面，是经常碰头的两支一个强队哈。是。那我想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底下，我想两队能够拿出自己的一个实力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对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赛事。好，那在去年台北市跟高雄市的对抗哦，在决赛的时候，台北市是打败了高雄市，所以在今年对于台北市来讲，也是一个准备要来卫冕 U18男子组冠军的一个头衔哦。是的。然后在这场比赛准备要来展开，在画面上看到的穿着深蓝色球衣的高雄市，待会要在上半场要来先攻击。然后在台北市这场比赛是身着紫色的球衣哦。那就看这一个高雄市这边能不能夹带着地主的一个优势来呢获取这一场球赛的一个胜利哦。那我想看到的还是我们台北市这边的一个家长还是都有很多的这一个家长来到这一边，来给自己的孩子呢加油打气哦。尤其进入到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真的是最棒的压轴赛哦，场边聚集的非常多家长跟同学们来到场上来观赏比赛。是的。好，比赛要来展开的，在 U18男子组的比赛还是采取上下半场30分钟的赛制。在第一波的进攻，哇，这边是攻击守门员的脚下拿到分数。双方取分是相当的快。是。我想很快的就1比1了哈，这一波只有经过45秒的时间，就有2波球权的一个发生哦。是。刚刚进球分别是高雄市55号的杨博玉，以及台北市2号的郭子源。55号我们的这一位国玉选手，那刚刚又在一个8米左右的一个劲射来得分。那因为这一个身体有一个接触造成他落下来的时候，那身体有一些不平衡的有撞到的一个现象。看样子应该是在落地的时候有撞到肚子因为现在是针对腹部的部分有点不太舒服的情况哦。这个感觉应该是两个起跳的时候有点碰撞的一个状况哦。是。对。可能现在下去场下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上场为球队来做贡献。好，比赛要马上的再恢复进行哦。在前面的1分钟，高雄市队攻下2球，2比1暂时领先。这球想要来，差点失误哦。对，传给队友被拨了一下，再交给侧翼。哇，守门员这球挡得精彩哦。高雄市在这场比赛的先发守门员34号的朱立恩。高雄是有组织的在外围来做传导。所以这边没有得攻击，那选择再往这边来带，稳定下来，重新整合一波，也很可惜因为受到防守这一边台北市的一个干扰所以造成一个失误。是。哇，也是一样失误收场哦。是。那不过在场上进行比赛的2支球队，因为在稍早8点的阶段是已经先进行了4强赛了。
所以对于在短时间内1日2战，也是每一位的选手看看能不能在体力的调节上面有所适应哦。是的，所以在刚比完赛的时候，教练一定有指示选手赶快做伸展，甚至的一些能量的补给是，然后赶快做一个休息，让身体赶快恢复回来。传到左侧翼，这个是踩线很可惜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空档，但是因为踩线的关系所以没有把握住。现在高雄市队77号的田耿豪进场。刚刚在杨博玉应该还是不太舒服的情况，所以还是持续的在休息当中。因为整个你如果是伤退退场要有在场下休息，要经过3波的攻击才能够再进来是。这时候来看一下，在场上有选手被判罚2分钟。高雄市队22号的庄颖杰现在要休息2分钟了。这波的射门被守门员挡下来。那台北市这边马上发动了一个反击快攻，寻找到了侧翼，好球。这波进球的是15号的刘哲瑞。这一次就把握住这一次的一个进攻2比2，双方战成平手。交到左侧翼，相当的漂亮，取到了这1分。这颗一样把球吸引到防守者的这个包夹之后，投球上到这一个2翼的位置来做进行一个射门。在6公尺线上的跳射。拿到分数的是30号的卢定颖。场边的加油声是真的是相当的壮大哦。是，那有时候这个除了70以外，也会干扰到这个攻击的，他在打战术的时候是会听不太清楚所以三明这边我会发现有他们的控球就会用手势去比他的战术的一个数字这边是一个越界头球。那三明加上这边好像还有一位选手尚未回防。球分导出来，在9公尺线上的跳射得分。高雄市在这个时候要来更换进攻的选手。刚刚受伤下场的杨博玉现在回到场上。传出来，哇，这边没有队友接应，球出了界外。郭子源，哇，这一颗有打到头部的一个状况那这个裁判这边会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处置。郭子源这球射门是直接射到了守门员朱利恩的脸上。
高雄市现在在中场来控球，现在还是1分的落后。在场边，在台北市的这群加油团，蛮多这个干扰的这个花招哦。这个声音哈，我想这个就是比赛的一环了哈。是。对。好，这波的射门再度被守门员挡出去。裁判这时候响哨。要给台北市队一次7公尺的罚球。22号的潘志华要来执行罚球。这一球守门员封阻哈。我们的这个34号的朱恩这几波的这个封阻相当的一个优异表现。4比3，高雄市还是1球的落后。传导到外围，使用外围的远射，这球被拨出去。是做一个垫步的一个突袭射门哦，那可惜这个就直接的往守门员身上做一个攻击。在切入的时候，裁判又响哨了。这一球是郭子元想要来做切入攻击，防守员应该是有脚步上的干扰。是，那可能在做补防的时候去干扰到他，造成他跌倒的一个状况。吴定颖要来上罚球线罚球，这一球罚进。5比3，台北市队2分领先。那目前高雄市这一边是大概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到3分钟的时间左右是进入了这个得分的一个干旱期。是。那赶快寻找一个很好的射门契机将这个比分呢给稍微再拉近这个是必要的哈。这次的射门守门员挡了一下，2波的攻势也挡下来。打下来之后，这个球弹出来，因为刚好就落在他一个攻击帮的这一个选手的手上哦。那后面的这一个选手情急之下稍微推了一下造成他有一个7公尺的一个罚球。庄颖杰上罚球线，哇哦！两边的守门员都是有很好的表现哦。是的。5比3，台北市队，其实双方的守门员都在刚刚的罚球线上的表现来讲，都各挡下了1球哦。是。利用跑位造成错位，好球，打到守门员的身上，拦了下来，分球给右侧，发动快攻哦，很快的推进哦，一个小组的一个搭配，来一个进球。5比4。高雄市还是1球的落后。切入受到干扰，要重新的在9公尺线上来发球。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黄景阳这一球是穿过人群哦，找到空档的空隙。卢定颖这球也是跳出来得分。我想目前上半场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下来哈，那目前就是卢定颖这一边发挥的很出色，是来帮他的队友获取这一个扩大战果的一个状况。
裁判响哨，球权还是在高雄市手上。在场边的这群加油同学，哇，这个被过完了之后呢，有一个拉人的动作，那被裁判呢吹判了一次的退场2分钟。这球无期院哦。现在高雄市多打少。交到右侧侧翼，哇，是攻击远柱弹进网内。高雄市要好好利用这一波多打少的机会。是，我想在场上有得力的时候呢，就要好的相当的运用哦，利用这一波2分钟的时间来把分数，看能不能把它追平哦，甚至呢超前。哇，这边球漏掉，前场要跑快攻。因为对方是一个守门员不在场上的一个状况哦，是，所以这一个选手相当聪明，快速的就把球往球门送了。这也是在志忠主任这边常常讲的，守门员换下来要来加强进攻的力道上来讲，那就是一个双面刃哦。是。那有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绝对不能发生失误啊！一旦发生失误，对方捡到球之后，很快的就可以往你的空门的地方呢来丢哦。是，守门员再度的挡下来这一次的进攻。交给右侧翼。是没有人的。连续的2球都是由卢伟松这边拿到分数。那看起来高雄市这边是有把握住他这一个人数上的优势哦。对，现在逆转了分数哦，是7比6。我想台北市这边也不用着急哦，因为毕竟他们其实整个的这一个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比赛哦，他们也常常都在这一个时间会利用他们的过人优异的技巧来取分哦。脚步上面有点凌乱，裁判是吹了左步违例，好，所以现在球权回到了高雄市的一个手上。那现在场上台北市的选手已经罚2分钟回来了。所以教练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让你的选手在防守的时候一定要是确实的用身体正面去做防守，是避免你的选手会有2分钟出场的一个状况哦。杨博玉一个在9公尺外的一个长射入网。8比6，高雄市现在反倒2分的领先了。找到右侧翼，哇，这球往地上攻击，但是弹到门楣没有进了。先把攻势节奏放缓。因为几波的快速的一个推进之后，让这个节奏稍微缓了下来，让你的队友也可以稍微喘一口气，是稳定一下整个的情绪之后，再来寻找一个好的契机打一个阵地战。做一个空中接力，这空中接力再投下去，现在领先的优势来到3分了。这颗选择的判断相当的精彩哈。利用他把守门员诱骗出来之后呢，做一个远方对角的一个空中接力的一个射门。
哦，这也迫使着在台北市队在这个时候要喊暂停哦，因为原本是3分领先的优势，现在反倒是被高雄市打出一波这个3分落后的攻势出来是，了。我想这个一下子因为人数上的一个劣势打出了一个如水银泻地的一个攻势一下子呢得了6分，让原本呢这个落后的分数呢进而反超了这一个台北市队在高雄市队其实刚刚也是把握住台北市队有选手判罚的情况所以一口气从落后赶到这个超前是，我想在这个场上的人数是多打少的状况底下每一个选手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进攻，其实取2分到3分，其实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况是，那就看选手能不能在场上可以把握住这样子的一个优势是。好，现在暂停回来，球权的部分是台北市要来从中场往前场发。这台北市上半场的比赛是30号的卢定颖是有比较多射门的机会目前是拿到了3分是。这高雄市这边就是有55号的这个杨国玉来一样进了3分来互相辉映继续在外围做传导没有做一个快速的转移这边没有机会再转回转。受到防守者的压迫，所以这球郭子元的射门是力道过大了，是就有点偏出了一个球门相当的可惜。高雄市的进攻，这球呢在中场的附近再盘整一下队形。再开始打一个组织战。准备要发动，走步了，这边要来做快速的反击，后面的拖车，再分球给侧翼。这个虽然有吊球但是呢，球员有及时的把球给救了回来裁判示意这一个双方的选手要稍微冷静下来其实都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动作传进来，在6公尺线外，防守员是有一个拉人犯规的情况，直接也要来做快攻，但是打到防守员的身上出了底线。罚过来之后，来看一下郭子元。这一颗要去做抄截，但是因为没有抄截到，他人已经跑过头了所以回过头来就变成对方是一个人数上的优势，是造成这个子元这一边一个空门的一个入球。9比7，高雄市现在2球领先。在6公尺线外有一个投射的机会，那把球塞给了在中场的这一个王景阳来做一个得分。这都是一个高低位的一个配合是。守门员这一边又封阻到了一颗。朱利恩往前推进，哇！这一球来回守门员现在两边的守门员都有展现了自己的一个优异的防守能力刚刚这球是叶吉广用左脚把这个球扫出界外。
我想门将的发挥这一场应该是至关的一个关键了哈。是。在右翼，看到攻击，裁判响哨。同时两位选手都倒地哈，所以裁判吹了一个越区防守的一个手势出现。越区防守，下来的时候脚还稍微有点小翻船的一个状态。希望他这一个只是轻易的没事可以继续留在场上继续奋战。杨博玉现在要来罚球，攻击球门的左下角得分。11-7。高雄市队的教练这边也是今天在上半场完全没有坐下，全程是站立的方式来指导场上的选手站位。这个是苏教练的一个招牌是几乎就是在场上来临场的来指导一个选手。那下来之后就耳提面命，他在下去的时候应该做哪一些动作。是，所以我们很少看他坐下。其实我们看到台北市这边的我们的阿邦教练也几乎都是站着这场比赛真的是张力很强，这个张力很足够，所以教练有时候真的是坐不住了是教练有时候也就是这样子跟着场上的选手的这一个状况心情也是高低起伏往地上来做攻击，一个折射，庄颖杰拿到分数。是。现在在台北市的进攻又把守门员给换下去，来强化进攻。是。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球控制好不要造成失误。失去身体平衡的情况下，还是能放进这一球。是。这个时候一定要跳出来因为球队正在这一个处于落后的状态。是所以他的攻击就会更加的强而有力当然，这球卢定颖一个转身得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场上的这一个家长观众这声音比较大所以你看两位选手他是直接走到一起来面授机宜一下，讨论一下战术的一个执行。交给侧翼，哇，这一球被守门员碰了一下之后，球是出到了界外。打到了这个场边的这个其他学校的一个选手，也是观众在场边看球，其实要特别注意球的来向也是要专注在球场上是，因为男生这个球速射出去其实蛮重的那有时候你没注意打到头也是蛮痛的。是。12-8。高雄市队现在还是有4分领先，攻击出去打到了守门员的腿上。是。因为踢出了这个界外球权还是在高雄市的一个手上。这个裁判示意，这个发球的时候，希望球员要离开这一个9公尺线内，一定要到9公尺线外来才能够发球。在外围继续做传导，想要再做这个右边的蝴蝶位置来做攻击，但是没有角度是因为角度比较不好，这是一个袭击的一个作用了裁判在这边要给犯规判罚了。是。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我们的台北市这边能不能把握住对方这一波的2分钟出场，是来把比数再咬进。好球！第一波攻击就把握住了哈。目前这个郭子元跟我们卢定宇2位是这个台北市这边表现相对稳定的2位选手。是12比9。切入的攻击，裁判响哨，台北市的阻挡犯规。那高雄现在利用这个9公尺发球做了一些小球，但是呢，台北市这边都有注意到哈。第3次的吹哨这边，给了一个发球还没有发的时候呢，这一个防守球员就已经上前了，是，也就是说要离球3公尺这个部分他没有做到，所以判了一次的2分钟出场。双方现在都各少了1位选手。是，那高雄市这边利用这一个中锋的这一个位置，那获得一个球权，然后呢跳入呢，然后造成对方的犯规，然后呢取得1颗我们这一个7公尺的罚球。杨博玉要上罚球线上来罚球，这一球罚进。一个刚猛直线球是直接进入到球门内。上半场剩下4分20秒左右。打了一颗小球往内，但是呢砸到了对方自己球员的这一个脚上。违例攻守转换。高雄市队现在双方的人数跟台北市队是一样的哦。现在在场上的这一个应该是高雄市已经有6位选手进场了是。刚刚判罚的选手也都回来了，已经刚刚进来了。换成高雄市这边领先员有点可惜越位去拿球那因为你跑底线就有得力的一个状况了所以裁判有时候明察秋毫看你偷偷跑进来了就吹判你一个越位的一个动作。是。自己一个人要来单挑。是。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相当的优异，尤其过完人之后的这一个起跳，都有办法这样子往里面飞跃然后最后做一个射门的动作。卢定颖在刚刚虽然被挡下来，不过获得一个罚球，罚进这1分。这个还是有把握住了13比10。上半场比赛剩下3分钟左右。继续交给侧翼。现在场上的人数双方是一样，都是6位，都回来了那等于在这一波的2分钟的时间里面，那台北市这边是稍微将比分呢稍微拉近了一些。这球的攻击，裁判响哨，继续的是要在高雄市的手上。找踢球，分球给右侧翼，被断球了。这边前场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快攻机会，一个假动作之后，郭子元把这个球给放进球网，直接被他断球之后呢，一个单刀直入。一个身体一个停留，然后呢将球呢给送入了网中。
裁判在这个时候响哨，应该又是有犯规的情况，要来罚球。比较强势的一个强力的一个进攻哦，那造成对方在防守上的对位失去了位置之后一个拉扯造成他有一个出场2分钟，甚至这一颗因为前面是得力的一个状况，就判罚了一颗7公尺球。继续是杨博玉要上罚球线上来执行。这个是在前场脚步有移动，所以判了一颗前脚移动的一个状况，球权就判回了给了第3高这个台北市的队伍，比较可惜哦。上半场剩下1分钟左右。好球，这是一样的哈。当对方闪过了你的防守之后，你再去做一个拉扯这个就是一般通常都会判罚2分钟出场。如果他是有得力的一个状况，甚至会再加罚哈。是。所以在高雄市49号的黄景阳现在要来休息2分钟。好球。台北市队现在趁着人多的优势拿到了分数。在高雄市现在少打1人的情况，要把守门员换下来，强化进攻。这个挡人犯规所以这一颗球裁判吹了一个挡人犯规所以球权回到了我们台北市这个手上。走步，因为前面都有一个防守球员干扰他造成他就有走步的一个现象。在上半场剩下最后3秒的时候，在技术员这边是喊了一个暂停高雄市这边喊了一颗暂停那由我们的苏教练这一边赶快来下达一个战术的一个指导。因为刚刚的控球方是高雄市所以现在剩下最后的3秒钟是要由高雄市这边来做一个战术来做最后的一个收尾。那在上半场，现在高雄市目前是1球的领先，来看看能不能在最后这一波的攻势打进去带着2球的领先进入到下半场。不过现在在高雄是因为刚刚有一位选手的判罚，所以目前场上的人数是比较少的情况。现在记录台把秒数补回到5秒钟那就看这一个战术怎么去画在这5秒里面可以进1球那一般如果中间的防守比较多球会很快速的转移到弱侧的这一个侧翼来做一个进攻那现在台北市这边采取就是让你再少1个人，把你1位选手盯掉这一球的攻击直接打到了守门员的身上。战术已经画出来了那有机会做出手，很可惜的这一颗没有射好在守门员的身上让守门员呢完成了这一次的封准。好，所以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高雄市队是比较多得分的13-12，带着1分的领先优势。待会准备要进行到下半场的比赛。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地雷，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穿上机会，没有地位，给个机会，给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说 healthy out， 你压力太重，你看看怎么对，你看看怎么对垒，看看队伍全部带着我们前队。
跳水已经给了你们机会，让那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我关住机会，向上起来，还有机会，给我机会，不给机会。 112年全国赛。 Come fight with me。 112全国赛等你来挑战。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但那前面全部都是意外，没人能够把我关进机会，场上机会，给我地位，给我机会，给机会。如果你遇到我，那就请你要冷静。The house is out，你压力太重。
早就已经给了你们机会，但我前面全部都是机会，没人能够把我关的机会，站上起来，我有机会，给我机会，有机会。 112年全国赛 Top 5 women.112年全国手球锦标赛的赛程目前进行到 U18 男子组冠军赛的下半场的比赛。在这场冠军赛的上半场，台北市跟高雄市的对战，高雄市是后来居上13-12，要带着1分的领先优势进行到下半场了。我想这1分是一个很薄弱的一个优势了哈，但是毕竟还是一个领先的一个状态。以目前整个手球的这一个节奏来讲，1分的优势要追回来，其实相当的快哦。是。那如何保持这1分的优势的战果，有时候就是选手的这个稳定性，就相当的一个重要哦。那两队在攻击端的这个选手，在台北市是30号的卢定颖，上半场是攻下了5分。那在高雄市也是55号的杨博玉攻下5分的情况。这2位的选手都是在两队的攻击主力上来讲一个看板人物哦。整个上半场的一个攻势两队的这个分数来源大概就是这2位在穿针引线，是以及呢做强力的一个得分哦。那目前以台北市来讲呢，这个卢定颖这一边的发挥至关的一个重要，他的整个的个人的突破具有很大的一个杀伤力哦。是。在第一波台北市的攻击没有办法放进，现在轮到高雄市在下半场的第一波进攻。这球攻击有点受到防守员的干扰。做了一个低手的一个尝试哈，那这一颗是一个脚踢球的一个威力攻手马上就又转换了哈，所以这个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你的传导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哦。现在1分领先的高雄，
来看看能不能来继续的多添得分数。再次把这个节奏缓慢下来，然后呢来采取打一个阵地战，开始跑位加速球，直接在6公尺线上的跳射得分。还是相当拥挤往两侧。哇，不过这球守门员封阻刚好落在这个高雄市的一个手上。是，但是那边裁判好像跟选手在讨论一些事情。那这一颗看起来是底线的裁判吹了一颗7公尺球因为这个选手可能过程当中他的脚有刻意的靠过去要去碰撞这一个选手的一个状况。是。所以在罚球线上还是卢定颖来执行罚球。是。13比14。到目前为止，整个台北市的这一个得分的重担，就是落在了卢定颖以及郭子元的一个身上是。能不能加入更多的这个选手来加入这一个战局里面来获取更多的分数？我想这样子呢，一定可以分担我们这个定颖还有子元的这一个压力是。在左翼。做一个包夹，蛮拥挤的。中枢上来接球，那这一个就产生了一个撞人的一个现象台北市的攻势，哇，这一球进得很强势不过裁判有响哨。是在被过了之后呢，他有一个稍微去推拉的一个动作。因为后面又推了一下所以他才身体的重心偏移，但是呢，他还是呢利用他自己的核心将球射进去。虽然这一颗不算一样由我们的定颖来罚球，那获得这1分。哇，双方现在下半场的比赛追平了，相当的精彩的一个攻防那现在高雄是有选手判罚，所以现在守门员先下场休息，来强化进攻。位置场上还是有6个人在做进攻的一个布阵裁判哨音响，还是高雄市的球权。有点推人的情况，后面推他的一个动作被判罚出去了。这是第2次潘志华。这有时候对人不对球的一个防守，就会被判罚出场。是。所以防守上呢，还是主要先对着人的一个防守之后呢，还要对到球，这个是很重要的。这球在45度角的投射。我想在高雄市这一边，他的整个进攻端目前是有多达6位选手都有得分的记录是要比台北市这边来的一个宽广了一点点。好球，这一颗也送的相当不错一个2个人底线的一个连线。有时候这个选手的一个在场内进入到禁区之后，有那么多人的防守，能够很细腻的将球传到自己的这个队友手上造成他能够呢很轻易的做进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是，也要靠选手之间的一个默契，然后呢平常的一个练习才有办法在郭金店在下半场是拿到2分是。不过台北市队的回击也是很快。是的。
16-16，双方还是保持平手的情况。OK， 现在有场上这边台北市已经有一样有第6位选手加入这个战局更正一下是5位越多的选手来加入这个得分的行列，我想就是舒缓一下他本身球队的一个攻击主力的一个得分的一个压力是。这球想要从中间调一个侧翼的这一个进攻，那被这一个防守球员有识破了，做了一个破坏。球权还是在高雄市的手上。做远射，有在2波的攻击，高雄还是在高雄市这一边掌握下来了。还是尝试的做一个远射的一个部分那被防守球员做封阻。现在台北市的选手都在6公尺线附近张开双手，发球进来发生失误。被拦截掉了。来单刀，这球打在守门员的身上，封阻了那其实这一个就是外线的，把球员逼到小角度去，然后让守门员来封阻小角的一个球这两个的搭配的不错。那这一颗转移球到了边线之后，那选手接球的时候已经出了界外高雄市现在在这波的攻势先放缓一下让这个选手也可以喘口气是，然后再来组织一个进攻。这球出手，裁判再度响哨，有犯规出现。给了这个威城的一个2分钟。在下半场的比赛，看到台北市的选手是蛮多被判罚2分钟的情况。这个呈现在其实两端都有一个很指标性的球员在做强力的攻击，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刚刚得分的是李静思。台北市现在从上半场开始落后之后，一直在寻求攻击的突破口。在内线有蛮多的防守员已经卡好位置。这球攻击打到了守门员的脚上，球没有把它把握好，所以在选择射门的时候角度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是，那守门员的站位有完全的把这一个射门的角度给封堵了，造成这一颗封阻成功。高雄市这边再度把节奏稍微缓慢下来。虽然现在高雄市是以多打少，但是还是选择慢慢来是。因为他现在欠缺的是时间要把这个时间耗过之后呢，让他的选手可以进来连续的2球，李静思还是稳稳的把球送入了球门内。高雄市再度把这个比分拉开了2分。现在这2分的领先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高雄市领先最多的一刻。在下半场来看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球传导到左侧的侧翼。这个防守在正面有效的一个防守。那我想台北市这边要赶快找到一个突破口。不管是定影的这一边还是可以做一个远端的一个尝试被这个防守球员给看到了。要发角球，我们苏教练坐在旁边帮忙选手帮忙指挥。这球在被裁判吹了这个防守的犯规，要延误了
应该要强行突破。4颗了，超过4颗了啊！这个球就已经变延迟比赛的一个状态。这波的攻击也算是进攻失误。那防守端就是防守成功。下半场的时间已经过了10分钟了。是，那目前的比数还是相当的一个焦灼哦。我想这个就是张力十足的一场比赛了哈。这球裁判先响哨，来看一下这个犯规要吹到哪位选手身上了。看起来是裁判去告诉选手，当我响哨的时候，不可以再出手。是。一般这种球大概就是你响哨了之后，你再出手，很容易去因为重心不稳而打到了守门员哦。那也避免有刻意的一个状况哦。现在在台北市的防守已经是有1对1的盯人哦。这一颗身在门外。威成现在自己单刀进去，要来寻找一个突破的一个契机。更换选手进场哦。不过几次威成的切入都是找到2位的防守员的对，松但是吸隙引到2位之后的这一个后续的跟上来的就很重要哦。跟得到右侧翼。好球！这球又是被防守的守门员挡出界哦。是，封阻的相当的及时，也相当精彩哈。朱利恩，那台北市这边也来的相当的及时。郭子元在下半场也是首开纪录。台北市这边还是2位大将哈，他跳出来了哈。因为目前的整个得分是有点不顺畅的底下，就是有2位这一个今天状况最好的选手来执行这个攻击。博玉这球是直接想要做进攻，不过2个弹掉之后弹到守门员的身旁。是。这个比分都一路是很焦灼紧咬的一个状态，然后就看谁可以把他这一个气撑过去是坚持到最后的我想就是今天的一个赢家。外围的传导，鲁迪，这球是钻了进去之后拿到了分数。18比18，双方又回到平手。关键时刻靠定赢啊！哇，这边中线有空档哇！这个守门员相当漂亮的一个封阻，快攻的推进。从后面把球给拖走了。快攻前面有3个空档的机会。这球是庄颖杰。台北市刚刚在前场发生吊球，被点了一下之后，反倒是有前面3位选手跑快攻。这个射门进去真的是都要撑到最后一刻才出手是。刚这球卢定颖又是自己一个人的个人能力把这个球放进球网内。现在教练也都很保护他让他专职来做攻击，并不参与这个防守的一个部分让他有足够的体力来做进攻。交给左侧翼，这边选手的拉扯应该是有犯规的，拉到这个脖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最后应该是判2分钟没有错
因为这个有拉到脖子的一个部分。那77号的蔡宇浩现在要退场休息2分钟了。防守的犯规，这个补防的相当及时哈，避免造成一个得力的一个状况。好球！远远的就起跳哈，利用在空中闪身哦来做射门。好，在第2波的攻势这边，是不是又打到了头部？守门员的脸哦。这个在空中有一个拉扯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他也被判了一个出场2分钟的一个状况。来看一下刚刚这22号的庄颖杰。不过郭子元在刚刚的攻势是直接往守门员的脸部上面来做攻击哦。但是裁判这边还是给台北市一次7公尺的罚球。这个有时候射到守门员的脸哦，除非他是前面都没有人防守的状态底下去打到守门员的脸了，那裁判会给予攻击者他一次2分钟出场哦。但是有时候是因为前面还有防守者。比如说外线的长射，前面有那么多的防守者，那你砸到脸，这个是没有构成这样的一个要素。是。来，高雄市20-19。传导到外围，再交给后面的拖车，哇，相当强势，庄颖杰。庄颖杰在这个下半场有跳出来帮队友来分担一些进攻的压力还是有差哈。不过台北市这边都能顶住在10分之后也是马上的可以把分数要回来。要回来。郭子元在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满血回归，马上呢帮我们台北市这边立下一颗得分。刚刚的连续2波攻势都来得很快哦。是。这边过人之后，裁判稍影响。是。在挡人的时候有一点犯规的一个状况哈，比较可惜不然这个队友已经空档已经出现了这球守门员站定位，是封堵成功。其实，在左右两边的侧翼，对于攻击手来讲，角度就已经很小了，所以守门员只要站定位，基本上来讲就已经封阻了大部分可以有机会来斜角射门的机会。是的，但因为他本身又是一个右手的一个选手，他的射门角度相对就会比较小一点，那所以这个时候守门员的站位就相当的一个重要。是。这个时候在场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判罚的选手是已经脚有踩进去了我想目前也是没有看到一个实际的状况那我想应该是刚刚苏教练在指导选手的时候，那有一些动作拉扯的动作，告诉孩子要怎么跑，那造成了这个对方误以为他有一些违反运动精神的动作。那其实看起来目前就看这个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他是在教他指导他怎么做是。所以阿邦教练这边也只比了一个棒这个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动作那因为这一个目前的整个的趋势来讲，我想对于选手的保护都很到位了那每一个教练在指导的时候，他也会要求他不可以有一些身体的一个打啦或是骂的这一些动作。是。对。哇，这一球的反攻，郭子元想要来单刀挑战守门员，但是被踢出去了。我想朱立恩今天如果高雄这边获胜的话，他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是。屡救险求那在这一边，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那这个一切都是还有无限的可能在台北市这边在将球门射门的时候再稍微注意一下，我想
分数一定都是还是要得回来的。我想12分钟2分其实都不算输哈，只要沉得住气，我想这个都是有机会的。在今天朱利恩目前记录上来看，是从全场已经挡了5颗球下来了。对，这下半场这一边挡了不少球哈。这一颗防守球员碰触球出界，球还在高雄市的手上。快速的来发动攻击，这一球失去重心还出手。不过来看一下守门员是不是又打到脸部哦。刚才这一球是尹杰的切入。这一颗看起来是打到了一个手部的一个动作。不过在场边，在台北市的守门员叶吉广，脸部好像还是有点不太舒适哦。现在这是第2号的守门员张斌更正一下。这一颗确实是有在球是朝着脸部的方向过来哈，那也还好这一个手部的动作，守门的反应很快哦，就挡着在这一个球的前面哦。是。我在场边的教练现在针对高雄市的教练席应该是有掏牌的情况哦。我想这个判决还是以裁判的角度哈去做一个吹判哦，看裁判是不是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没有的话，2个裁判讨论完了之后就会让比赛呢来继续的进行。那目前看起来是场上少1位选手哦。然后我们苏教练开始鼓掌了哈，代表这一个球鼓励一下选手，继续加油。哇，再度的挡一球出去。朱利恩在下半场确实也替在高雄市的防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是因为他的这一个封阻哈。那让高雄市多了很多波的一个进攻，也守住了非常多的一个球哈。那现在高雄市有少1人的劣势，所以在这波的攻势看样子感觉要慢慢的来磨。我想这目前的进攻节奏都相当的快哦。你的这一个吹判，如果你的这一个攻击如果一慢下来，一不注意哦，他很快的就会给你一个消极性的一个攻击哦。是。那所以你每一波还是要持续的一个压迫，持续的一个进攻，这是很重要的。这一个碰撞之后造成了失误了哦。前面跑快攻，但是守门员防守球位。守门员又挡下了。而且刚刚朱利恩是从休息区这边赶到球门前面了。是的，是的。那也是这个战术的执行，这一个退防及时的换人哦，很及时哦。是。在下半场的比赛大概剩下10分钟左右。现在双方的守门员都表现得相当精彩哦，屡救险球。威成交给侧边，哇，是没有守门员在守，在没有守门员的一个状况。22比21。现在在刚刚判罚的2分钟也准备到点了，所以在高雄市要把选手给补齐。因为刚刚那个发生的相当快哈，那所以守门员也来不及做更换，来做一个防守哈。好球！这球守门这一颗补的封阻的相当的及时哈。张斌再把这个球给救下来了。传导到外围，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这个时候台北市也稳定下来准备再寻求一次组织的一波攻击。
这个球网的右上角来做进攻得分。郭子源，现在经过了这个50分钟的比赛之后，这个分数又回到了22比22平手一切回到了原点。我想打了50分钟的球赛选手一定都相当的疲累是。那这个时候的精神意志力就相当的重要，谁撑到最后谁就赢球减少失误这个是必要的一个状况，因为选手在体能下滑的时候，他的跑位就比较没有那么确实，没有那么到位。这球跳起来，裁判响哨。这是防守的犯规，在高雄市要继续从9公尺线来发球。这一颗瞬间的出手还是被封阻。裁判已经举手了，必须要赶快来攻击。这球还是由庄颖杰打到门楣的下方进球得分。很快了就又回来一颗7公尺，并且是因为呢他从后面去推人，所以呢造成一颗退场2分钟。现在在执行罚球是郭子源哦。这一球放进去，23比23，还是很稳定的攻输比赛再度回到了23比23双方还是平手的一个状态。那在高雄市现在在最近的2分钟是少打1人。还是要由这个庄颖杰来做单吃的一个动作。分球回到中场，这球被守门员挡下来。来看一下前场要不要跑快攻？快攻，没有守门员来看守，这球是用高抛的方式拿到了分数。是，这个高雄市这一边有2次的这一个守门员替换的一个状况发生，所以造成他2次的都是空门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当我在这一个左边攻击的时候呢，在替补席那一边的一个选手应该尽快的出去替补，让守门员进来可是这2波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进攻方这一边都忘记了出去要做替换的一个工作而且刚刚在攻守转换方面，台北市的反攻是相当的快因为他知道你场上是没有守门员的这个状况，他会赶快的往前推进让你的防守方因为你要来找寻我的这一个攻击的球员造成他忽略了说他要去换守门员的一个动作。回球是台北市把球拨出界。目前整个的气势是朝着台北市这边比较发展这球是直接发力太大，不过裁判响哨应该是有干扰到这个丢球攻击的选手的手上现在是防守的犯规。那现在高雄市刚刚被判罚的选手要进场守门员直接回去守备。好球！那个守门员张斌的这一个后半段的这个发挥相当的精彩是，而且呢把这一个屡救险球，那因为他的精彩的这一个表演呢表现，那也呢让这个分数，那台北市这边得以呢反超这高雄市今天在这场冠军赛，其实双方的守门员都是有非常好的表现是的。那接下来就是看攻击这边看谁的发挥的更加的出色。传达到中间，放一个小球应该也是被30号的卢定颖放进了这一球。相当的聪明在重心已经偏掉的时候呢看着守门员站的位置来放一颗小球。那三民这边攻势呢停顿了有一阵子了要赶快来找寻一个契机。
哇，这一球还是张斌有挡下来，但是裁判响哨。高雄市继续要来进攻。我想这个下半场台北市这边因为张斌的这一个发挥的出色哦，如果说这一场球那台北市可以拿下，我想张斌这后半段的发挥一定是至关的重要。不过高雄市队要看看在前场的进攻要减少失误的产生，刚刚这个失误其实还蛮要命的哦。是的，那现在时间所剩不多哈，那2分差其实都还有机会。那双方选手要在更专注的把这一个所有的传导然后做好。传到左边的侧翼，球。感觉在下半场的比赛，台北市队的气势一面倒哦。关键时刻在最后的这10分钟，那发生了整个气势的整个的逆转哦。哦，是在这个时候迫使的在高雄市队要喊暂停。今天在台北市队下半场的比赛可以看到，上半场表现很好的卢定颖，在下半场持续在攻击上面有在发挥哦。是的。那从原本的这个电影的分数到下半场，他稍微休息了一阵子之后，由子源来接力来做一个得分。那么子源完了之后呢，又回到了电影这边来连续的突破，来攻击得分。尤其在下半场剩下倒数10分钟之后，是由子源跟电影这边双人小组的连线，把这个比分维持在平盘之后，反超在高雄市现在有3球的领先。对，那这2位选手的一个下半场的一个稳定的攻输，那让台北市这一边可以维持一定分数的一个领先哦。那相对过来，这个高雄市这一边，那因为体力的一个下降也好，或者是呢对方这一个我们的守门员。我们的这个发挥出色张斌的发挥出色，造成他们攻击的这个有点受挫的一个感觉哦。那整个的气势的翻转就是在守门员的这一个防守上哦。暂停回来，在高雄市要来控球，马上就把这一分给先打进了。打进1分，让这一个得分荒赶快停止下来。26比24。这球还是破网得分哦，棒哦！潘志华。那由我们的这个威成呢找到一个底线的埋伏的志华来做一个得分哦。想要来做空中接力，但是没有办法来接到球，是在这个传球稍微高的一个状态底下，没办法控制好球，造成他下来的时候有点重心不稳的一个现象。看这球是22号的庄颖杰，想要来跟队友来做双人小组的连线。这个时候因为有盯人的一个动作出现哦。哇，前场在台北市这边是空门的，很快的做一个空门，所以赶快把球往前丢。还有1分50秒，那双方比分来到了2分差。不过现在台北市队是没有选手被判罚的情况，不过场上执行一个7人的战术。对。哇，这边7人的小组配合拿到分数。因为他在执行7人战术的时候，场上是多1个人的哈。就现在台北市的策略很明确哦，是要用攻击来取代防守。是。这球的射门，裁判响哨，还在高雄市的手上。这球是让守门员先跳起来缓过一下之后，吹了一个落地的射门哦，是很可惜哦，在追分的这个紧要关头，这一刻没有把握住。现在比赛剩下不到1分钟。
造成一个走步回力。有3球要追，高雄市看能不能来努力的每一波都把握住。好球！下钩的方式把球送进球门。我比赛时间也不多了，剩下不到10秒钟的时间，28比26。我现在应该是不攻最后一波了，所以在这场比赛 U18 组的男子组冠军，今年是由台北市顺利的蝉联冠军哦。是的，那我们恭喜台北市在这一场冠亚军的这一个决赛，那在众将士用命的底下来达成这个连霸的一个伟业哦。那这一场球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那也坚持到了最后，所以拿到了这一个冠军哦，相当的不容易。我看到台北市，台北市在这场冠军赛当中，其实战术是相当的灵活，包含在下半场看到用7人的阵型来做进攻，以攻击代替防守的情况下，我奠定了在这场比赛冠军赛的胜机哦。是的，是的。那我想这场球赛哦，主要还是郭子元以及我们的卢定颖这2位选手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输出哦，然后呢，把这一场胜利给保留了下来哦。那高雄市这边相当的可惜哦，在领先了50分钟的这一个情况底下，最后的10分钟没有守成，那给台北市的一个逆转的一个契机。好，非常恭喜2支球队，台北市在今年 U18 男子组的比赛是拿到冠军，高雄市是拿到今年的亚军。那待会在场地会马上的来进行冠军跟季军的颁奖，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的转播。怎样的？
今天正在打过吗？应该有进去，我都没有进去。就等这一刻了，过去的到底。
在欣赏完 U18 男子组的颁奖典礼之后，我们要再次的恭喜两队友在台北市跟高雄市队刚刚打出了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也在今年的112年手球锦标赛当中，准备要渐渐画下一个落幕了。不过在今年我们在112年的手球锦标赛看到，在去年获得冠军的队伍，在今年也顺利的获得蝉联，包含在新民国中以及台北市队、台湾体大，在今年的比赛当中都是有非常好的表现，持续的稳定他们的夺冠气势哦。所以，我想今年整个的赛事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哦。是。那所有的队伍都展现出他们坚韧不拔的这样子的一个球队的一个精神哦。那在整个的赛事里面，真的是场场精彩哦。那为我们的所有的观众也好，或是家长也好，带来很棒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结尾的一个手球的竞赛的一个飨宴哦。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协会这一边以及呢各个学校的各级的教练他们所努力而来的一个成果哦。那相当的不容易。那我想继续保持在明年的这一个3月份，我们所有的这一个杯赛最后一个升学杯赛呢师生杯，那我想大家能够获取更好的一个成绩。是。那我们在今年的转播也准备到此告一段落了。在这2天的奖评，非常感谢的是王志忠主任的精彩讲评，谢谢。同时也仅代表着转播团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下一个精彩的比赛当中再会喽，大家拜拜。谢谢，拜拜。